盛初夏前世轻信恶人，让自己过得如地狱一般，亲生父母将自己卖给非法组织，未婚夫还和妹妹苟且，可怜自己死之前才知道真相。要是时间重来一次，他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贱人，我看你现在还往哪跑？猥琐刺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自己不是已经用枪自杀了吗？巨大的疼痛让他猛地睁开眼睛，猩红的眼睛抬起，正对上面前的肥胖男人，没有丝毫犹豫，抄起烟灰缸就往肥胖男人头上一砸。你这贱人，都这样了还学不乖？你未婚夫已经把你卖给我了，今晚你哪儿也去不了。他不是已经为保清白之身举枪自尽死了吗？在了那个摆满机器布景和摄像头的地下直播黑场外，这里是酒店房间。程初夏再次震惊，面前这人不是买走他的黑市工作人员，是李导。脑中的记忆迅速回笼，这一幕发生在5年前，因为拒绝潜规则，被一个制片人买了黑料，被爆出了很多虚假黑料，一时间遭到全网网暴，他也无能为力。正巧叶北风让他去探班，说散散心。结果就在当天晚上，那部电视剧的导演突然闯进他的酒店房间，混乱下他的身体越来越奇怪。幸好后来有铃响，这个导演才被吓走了。这次又得罪了李导，全网铺天盖地的假黑料，走在路上都差点被泼硫酸。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为什么现在李导却近在眼前，没有丝毫的犹豫？抄起烟灰缸，一下一下的往那李导的头上砸。李导被迫一路后退，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叶北风都为你要了，怎么力气还是这么大？”盛初夏又抄起桌子上的水果刀，扎在他的身上，尖利的惨叫声在房中回荡。盛初夏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已经快提不起力气。他强行咬破自己的舌尖，眼里有束利光，他用刺痛唤醒神智。李导通过之后，眼里也闪过戾气，凶相毕露。程初夏咬紧牙关，手里的水果刀拔出，换了一个位置，捅进李导的大腿。这个位置接近对方的命根子。李导一下满脸苍白，松开程初夏，他连连退了好几步，最后剧痛着倒在地上。你别过来！李导满脸惊恐，大腿上鲜血潺潺地流出来。程初夏握着滴血的刀，实在撑不住，就单膝跪倒了。他要笑发作了，但是李导身上也很多血窟窿了，捂着裆部，快速地夺门跑掉。程初夏眼睛已经花了，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在这里，如果李导去而复返，他就死定了。撑起力气，摇摇晃晃地往外面走去。走到门口时，看到隔壁的房间正好有一个人出来，他看不清那个人是谁，只能看到一个黑色的挺拔重影。他握着血刀，一下子扑倒在对方面前。男人似乎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接住了他。程初夏揪着男人的衣领，凑得很近，然后甩了甩头，努力地看清他的脸，不是叶北风。这是盛初夏最后的意识，不是叶北风就好。他放心将头抵在对方坚硬的胸膛前，小声咕哝一声：“替我打120。”说完，彻底陷入了昏迷。齐川，你等我一下，我说这个综艺真的挺有意思的，你反正最近也有空，就当去玩。经纪人张扬从房间追出来时，就看到自家影帝站在走廊，怀里还抱着一个双目紧闭、衣领敞开的女孩。什么情况？我就拔个充电器的功夫，这女孩哪冒出来的？她还有刀，刀上还有血。你受伤了？张扬吓得一瞬间破了音。不是我的。穿着黑色大衣的清冷男人蹙了蹙眉，看了眼怀里的女孩，视线一转，又看向隔壁还敞开着的房间那里出来的。张扬跑到隔壁去看，就看到隔壁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屋里乱成一团，地上还有血。再一看女孩的容貌，张扬突然想了起来，程初夏。男人抬起墨眸，疑惑地看着他。张扬摆摆手，这种18线以外的小人物你肯定不认识，是个新人，好像得罪了人，最近几个月被整得很惨，网上骂声一片。作为内行人，张扬自然看得出程初夏是被整了。齐川慢慢的道：“打120，不行，那得惊动多少人？”张扬说着，拿出自己的手机，他估计是被人下药，有人要钱他。影视城附近还有人敢做这种事，圈子里的人真是越来越不讲究了。先把他放进我房间去，我去找医生来，顺便这层楼的监控我得去找酒店经理要一下。你抱着他这段必须删。张扬一抬头就看到齐川身子一弯，竟然直接拦腰将女孩抱起，抱进了自己房间。面对经纪人暴躁的质问，冷淡的男人只是随口道：“你房间在楼下，太远，那也不能放你房间。”张扬急得跳起来：“你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齐川说：“那丢他在门口。”张扬一瞬间哑火了，最后只能不情不愿地说：“那你把房间门关好，我下去看看，一天天的都是什么事儿啊？行程还给耽误了。”骂骂咧咧的声音最终被隔绝在房间之外。齐川将女孩放到沙发上，伸手想拿走她手里的刀，巨大的阻力令他有些意外。明明已经失去意识，却不愿意放下武器。齐川看着这个晕倒后仍旧眉头紧皱的女孩，刀上的血依旧鲜红。他站起身，最终没有再动他的刀。程初夏在醒来时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这里是医院，他安心地想着。可是安心之后，记忆迅速回笼，他又陷入沉思。他记得他明明已经死了，
是自杀死的，他的母亲唐如意为了3000万，把他卖给了地下直播黑网站。听说那种网站就是买下有话题的女艺人，在网上直播他们床秀，根据打赏的金额，还会用一些道具，一晚上就能赚得盆满钵满。那天甚至是他的生日，未婚夫叶北风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让他回家，说全家要为他庆生。那是第一次全家一起为他庆生，他以为迎接他的会是终于愿意接受他的家人，他以为他终于可以融入他们了。直到一杯掺了无色无味药物的水喝下去，再醒来，他已经身在囚笼，无论怎么反抗、厮杀都没用了。他将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他每天都在抵抗，他用意志力压制频繁被注入的药性，直到身体奄奄一息。直播黑场的人怕他死了会血本无归，破例给他看了售卖过程的留存。于是程初夏看到了一个视频，视频里他那好妹妹程叔叔哭着说：“妈，你不能卖掉姐姐，她可是我的亲姐姐啊！还有北风哥，姐姐是你的未婚妻。”程叔叔将眼底的狠厉掩藏，只剩楚楚动人的泪水在眼里打转。妈，如果爸的公司真的撑不下去了，你们需要一个女儿去换这笔钱，我愿意去，我愿意换回姐姐，我愿意牺牲。住嘴！你和你姐姐怎么一样？你姐姐自己是块臭肉，难免就被买主盯上。你不一样。北风带青青上楼去。叶北风没动。是的，叶北风不会这么对他的。叶北风是爱他的。唐如意冷了脸问叶北风：“怎么，你也要为程初夏求情？”叶北风面色冷沉地说：“我只是在想，3000万大概不够。”程初夏那一瞬间心痛到几乎扭曲。3000万是卖姐姐的价钱吗？程叔叔哭泣着问：“姐姐只能卖3000万吗？可是她那么漂亮，虽然我不想姐姐被卖掉，可我觉得就凭姐姐的容貌，至少能卖1个亿。”脑子里嗡嗡嗡的声音仿佛还在太阳血火烧一样的疼痛。盛初夏甚至现在还能回忆起自己心如死灰的被拖入那个放满道具房间的画面。他又一次被注射了药物，他的身体已经强弩之末。于是最后那一刻，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抢走了黑场流氓后腰的枪，亲手结束了自己。自杀的时候是那么疼，他记住了那股疼。他告诉自己，程初夏下辈子一定要睁开眼睛做人。而下辈子居然真的到了，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程初夏脑子现在还是乱糟糟的，他死了，但他又活了，回到了5年前险些被李导奸污的现场。他伤了李导，逃出房间后遇到了一个好心人，昏迷前他让好心人替他打了120，就是这么一串的事。换言之，他重生了。重生2个字闪入脑海时，程初夏直接瞪大了眼睛。这种只存在玄幻里的事，真的发生在他身上了吗？他死而复生了，回到了5年前，回到了他还没有被那群恶魔拖入深渊之前。胸腔内突然燃起熊熊烈火，这是老天爷给他的机会。前世那些害他、辱他、欺他的人又见面了，重生的狂喜很快平静下来。随后程初夏想起了一件事，李导说他是被叶北风卖给他的。前世的时候李导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事大概是他砸伤了李导，所以李导暴怒之下才口无遮拦说出了真相。好，一个个的都很好。离开医院，盛初夏去了酒店，正好看到电梯门开，他连忙快走2步。等一下！电梯里的男人按了开门键，盛初夏赶过去，下意识说了一声谢，另一个谢字还没出口，看着眼前身穿黑色大衣的清冷男人，他突然愣住了。齐川，全球第1位酒精影帝，娱乐圈堪称神一样的人物，被外媒誉为诞生在东方的世界奇迹。盛初夏收回脸上的惊讶，站在电梯靠边缘的位置。前世程初夏只在电视上见过齐川，倒是没想到今生刚重生回来就见到真人。电梯缓缓上升，程初夏目视前方，可就在这时，他突然透过前面的金属电梯门看到了身边的男人正偏手看向他。程初夏立刻也看向对方，两人四目相对，男人微微挑眉，女孩满眼警惕。看什么看？程初夏冷冷地说道。男人一愣，随后淡漠地别开视线。我的白眼狼，长见识了。电梯门打开，程初夏几乎是立刻就窜了出去，一路狂奔到自己的房间门口，用密码打开了房门。临近房间时，他居然看到齐川也正往这边过来，他立刻关上了房门。房间里还是之前那么凌乱。程初夏路过全身镜时，转头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白皙的皮肤，乌黑的长发与眉眼，殷红的唇瓣，还有玲珑高挑的身材。从很早以前他就知道自己的容貌会招来一些恶狼，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前世的地下直播平台，今世的李导，这样的事以后或许还会发生。想到齐川刚才突然看向他的视线，盛初夏满脸冷意。男人果然没一个是好东西，重生回来，他心性刚硬，已经不会相信任何一个男人了，除了之前帮他打120还付医药费的好心人，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上。程初夏快速的收拾好东西，回了首都万雄大厦。经纪人甘妮看着沙发上正在玩手机的程初夏，又看了眼他腿边的行李箱，正好你来了，有一个综艺给你谈的，你签个字。
盛初夏抬起头，我要看是什么综艺，太差的不接。甘妮像听到天大的笑话一般，你说不接就不接，你有权利说不吗？知不知道你之前那些黑料花了多少公关费？要不是你，还有这张脸，你现在别说工作了，冷板凳都没得坐，还挑三拣四。盛初夏还是那句，太差的不接。甘妮有点烦他了，将一份合同丢到他面前，网综差不差不知道，但必须接，不接。程初夏看了合同上的名字一眼，立刻说。甘妮一拍桌子，我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你最好听。程初夏，跟我作对，你只会死得更快。程初夏抬头道，这个综艺接了也没用，要黄。你又知道？甘妮嗤笑一声，他当然知道，因为他前世经过。程初夏指着嘉宾栏那里的2个名字，这2个婚外情。甘妮一愣，低头一看，却看到男方是个素来有好丈夫之称的中年艺人，而女方则是一个新晋3线小花旦。你从哪儿听来的？甘妮不太信，我有我的渠道。这男的的老婆正在找私家侦探查证据，如果综艺期间这条消息被爆出来，综艺直接无法播出。前世就是这样，因为这2人婚外情闹上微博，导致已经录制好的综艺直接被封了。甘妮还是很怀疑，她打了个电话确认，片刻后挂掉电话。她看程初夏的表情有了些变化。过了一会儿，甘妮说，好吧，还有一个新综艺，你去试试，晚点给你合同。傍晚，程初夏买了些日用品，回到公司安排的单间小破宿舍，卡里的钱只剩80了。好在很快就等来了甘妮的助理，对方拿了一份综艺合同。程初夏一看嘉宾叶北风的名字，愣了一下，助理还赶时间，催促道，你直接签名字。在最后又科普道，这是一档旅行综艺，5位嘉宾穷游，其中有1位管家是平时照顾5位嘉宾起居生活的，反正5位嘉宾有什么事都会找管家。本来这管家是安排蓝星去的，他是男生，力气大，刚出道1年，正好去混个脸熟。结果看到叶北风就不愿去了。看到叶北风不去了，程初夏抬起头来问道，助理点头，这个叶北风和蓝星是同期出道的，叶北风搭上了人，现在都演离岛电视剧的男二了。蓝星还是个路人甲，他不想去伺候叶北风，现在直接闹失踪，人都找不到，能理解。程初夏麻利的在末尾签了自己的名字。叶北风嘛，一般人都讨厌。助理古怪的看他一眼，我还以为你是叶北风的粉丝呢，上次好像你手机还是叶北风屏保。程初夏一脸自然的举起自己的手机，你说这个吗？助理低头一看，手机屏幕上叶北风被涂鸦成了大鼻孔，满脸麻子，血盆大口的样子。助理是黑粉啊？程初夏扬唇一笑，将签了名的合同递给助理，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5位嘉宾的，尤其是叶北风。助理恍恍惚惚的抱着合同要离开，走之前又想起什么，这档节目是直播，你没问题吧？完全没问题。直播吗？程初夏冷冷一笑，那就更好玩了。次日，海市，身无分文的程初夏在工作人员走了后，立刻拿着房卡下楼白吃白喝。工作期间登记房卡，吃喝都是节目组付钱。他美滋滋的进了电梯，电梯在中间一层停下，外头进来2个人。程初夏正在低头看手机，没注意。突然，他感觉一道突兀的视线投射在自己身上，他猛地抬头，然后顿时一愣，齐川，又是他。齐川只看了他一眼，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男生，大概是他的助理。程初夏不着痕迹地往旁边站了点，电梯在餐厅楼层停下。程初夏坐下点餐时，才发现齐川竟然也是来餐厅，不过进了一间包厢。他吃饱打算回房时，突然听到电梯外有人喊，等等等等。程初夏下意识按住了开门键，然后就看到之前见过的齐川助理扶着脸色不正常绯红的齐川走了进来。谢谢，助理对程初夏说道，然后又着急地看向自家老板，齐老师您还好吧？男人闭着眼摇头，一只手按住额头。助理都快哭了，怪我，都怪我没检查清楚，没注意那饮料里酒精含量这么高。齐老师要去医院了。朗哥说您对酒精过敏，没事。男人沉沉的开口，打断对方的啰嗦，声音却哑得惊人。后面的程初夏都有些意外，原来齐川酒精过敏，听着声音，过敏情况应该是非常严重那种。这时突然哐当一声，电梯猛地一黑，然后剧烈摇晃起来。齐老师助理大叫，盛初夏本来站在角落位置，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下一秒身前突然一道黑影袭来，他来不及反应，一把扶住了对方。淡淡的酒气窜入鼻息，是齐川，正想把人推开，电梯再次一晃，程初夏没办法，只能把人先拖着。过了一会儿，电梯不晃了，灯也亮了，但电梯门却没开，依旧停在半空。帮忙！程初夏费劲儿地说。助理连忙过来扶起自家老板，却发现自家老板双目紧闭，已然已经失去意识了。齐老师！助理大喊道。程初夏本来有点不耐烦，但抬头看了齐川一眼后，突然神色一变，把他放下。助理一愣，什么？平放？放到地上？程初夏加大了声音。助理有些犹豫，但还是立刻将人平放。程初夏跪在已经昏迷的俊美无害的男人旁边，用手解开他的外套。助理看傻了，
你干什么？别废话，帮忙！程初夏快速地将男人的外套和衬衫都脱了，对男人平坦又充满线条的光裸身体目不斜视，只两手交叠，垂直手臂在他胸前做起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几次后，他又低头，耳朵贴着对方的胸腔听了听。片刻后，他抬起头，对方的下颌，打开对方的唇。助理真的吓傻了，你不会是要……下一秒，女人低下头，殷红的唇瓣对准了男人微热的薄唇，唇齿碰触。整整3分钟的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终于，地上的男人咳了一声，皱紧了眉头。程初夏看他要醒了，立刻闪开，用手背一擦自己的嘴，狠狠地指着小助理，警告：不准说出去，否则阉了你！可怜兮兮的助理一句话也不敢说。齐川是醒了，但电梯还没开。程初夏若无其事地绕过地上的男人，走到门边去看按钮，按钮已经全黑了，连紧急铃也按不了。又是2声咳嗽从身后传来：齐老师，您还好吧？吓死我了！小助理把齐川扶坐起来，一边顺背一边说：您要是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男人没有说话，只揉了揉自己的眉心，唇上带着冷香的温热气息还没消退。他视线一抬，看向门边的女孩。程初夏这时正好转过头来，双手环胸，居高临下的说：电梯彻底坏了，联系不到保安室的人。小助理慌了，那怎么办？连忙掏出自己的手机，没有信号，咱们齐老师还得赶紧去医院呢。程初夏瞥了眼地上的齐川，发现对方还看着自己，他无意识的抬手又擦了擦自己的唇，有点心虚的说：他的状态还好，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不急着去医院也没事。小助理不认识程初夏，小心翼翼地问：您是医生？程初夏脸皮极厚的承认。小助理立刻对他客客气气的：那您能再给我们齐老师看看吗？麻烦了。程初夏啧了一声，满脸带着不耐烦，但还是蹲下来，突然一把捉过齐川的右手，看他居然在把脉。小助理讶然：中医？看不起中医呢？程初夏掀了掀眼皮，2次威胁的瞥了瞥小助理的小腹一下：我生理阉割用的可是一绝。小助理立刻用手捂住自己的裤裆，别吓他。虚弱的男人背靠着电梯壁，微垂着墨眸，疲惫的道。程初夏哼了一声，动作粗鲁地将他的手丢开，站起身来说：没事了。小助理有点怕程初夏，也不敢说，也不敢问。电梯里一时陷入寂静。过了几分钟，按钮的灯终于亮了，外面传来保安室的声音：里面有人吗？5分钟后，电梯门终于开了。程初夏率先出去，转身走进了隔壁的电梯，上了自己的房间楼层。第2天一早5点半，闹钟就响了。程初夏爬起来，简单的洗漱完，看了一下自己的行李箱，除了一瓶超市买的10块钱的婴儿润肤霜，一件化妆品都没有。离开盛家后，他所有的家当只有当时的那个行李箱和卡里的1000多块钱，现在只有30块钱了。涂了润肤霜，他换好衣服，就在房间里耐心等着。6点钟，房间门被轻轻扭动，程初夏微愣，看着那扇门。片刻之后，门外举着摄像头的摄像师跟屋里穿戴妥当，连行李箱都打包好的程初夏四目相对，气氛有一点点凝固。你醒了呀？想突击女明星素颜大公开的节目组略微尴尬。程初夏眨了眨眼，不是说6点开始？节目组说是这么说，但没想到真的有人6点钟能起床。既然你醒了，下面就由你开始，按照顺序抽签定下顺序，轮流喊嘉宾们起床。7点钟车就要开，没赶上的嘉宾要自己想办法前往第一站旅游点。程初夏哦了一声，上前抽签。第一个签是位女明星，叫冯小花。程初夏看到签背后的房号，直接走向电梯。电梯里，程初夏问摄像师已经开始直播了。摄像说对，已经连上了。程初夏瞥了眼摄像头，没说什么。电梯很快到达指定楼层，到达冯小花房间门口时，摄像师就把镜头对准了程初夏，想拍程初夏小心翼翼的表情。结果程初夏面无表情，直接把房卡在感应器上一拍，房门打开，他推门就进去，打开灯，对着床上尸体一样的人形包直接道：起床。声音之凶悍，语气之嚣张，摄像机吓得都摇晃了一下。摇晃完，他先是震惊的对向程初夏，然后才艰难的对准床上盖着被子一脸懵逼的女人：你们怎么进来了？冯小花发现情况不对，惊声尖叫，缩在被子里，用手遮住脸：不要拍，不要拍！程初夏不耐烦的双手环胸：7点钟出发，起不来自己走，话带到了。说完，带着一串工作人员直接离开。出去后就是抽第2个签，叶北风。程初夏看了眼背面的房号，发现就在本层楼。他转身，突然重新回到冯小花的房间。正要起床的冯小花又缩回被子里，卷成一团，捂着脑袋，把自己包成蚕蛹，誓死不露出一根头发。盛初夏进了洗手间，拿了个盆，接了一盆水。摄像师有点吓到了：你想干什么？程初夏将水盆端着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放心，我是没分寸的人吗？还直播着呢，我还敢用水泼人吗？摄像师心想也是，觉得他端水可能是想吓唬嘉宾。结果2分钟后，闯进叶北风房间的程初夏，灯都没开，一盆水直接泼向房中温暖的大床。
什么人？叶北风立刻被激醒了。程初夏这才慢悠悠打开灯，看到突然出现的程初夏，叶北风满脸震惊。自从离岛那件事后，他无论怎么联系，再也没有联系上程初夏。打到盛家，盛家人也说盛初夏根本没回去过。叶北风想说点什么，看到后面正在拍摄的工作人员，突然反应过来，却更加震惊了。这档综艺难道也有程初夏？起床了，程初夏单手拿盆，另一只手撑着床，漫不经心地笑看着他恨不得亲手挫骨扬灰的叶北风。7点半到楼下集合，迟了上不了车。说完，带着工作人员往外走，房间门被重新关上。叶北风看着湿得一塌糊涂的床和自己，眉头狠狠蹙紧。下面是抽签第3个人。这时摄像师才反应过来，问：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你说7点半下楼集合，7点钟。程初夏拿着第3签，面不改色地往下一个房间走去。几点钟集合？你们自己记不住吗？我好像也听到你说的是7点半。另一个节目组工作人员嘟哝：难道是我听错了？程初夏嗤笑一声：人先告状，你们起太早，还没回神吧？要不要去洗把脸？清醒清醒。节目组就不说话了。程初夏说的这么笃定，那应该就是他们听错了。大清早的，大家都迷迷糊糊的。接下来2个嘉宾喊完，就剩最后1个人了。程初夏看着签上的名字，是一个中年老戏骨的名字。刷了房卡进去后，里面的人果然没醒。程初夏打开灯，说道：王老师，该起床了，录制要开始了。被子下面的人动了动，接着一只颀长的手臂抬起，男人翻过身，用手背盖住自己的眼睛。等手拿开后，男人墨色的瞳眸不悦地看向门口。一瞬间，盛初夏僵住了，低头一看自己手里的签，的确是王老师的房间。可这里为什么会是齐川酒店房间？清冷精傲的男人掀开被子，从床上起来，他里面穿了一套睡衣，墨眸微眯，冷冷地看着周边的人，不敲门。盛初夏注意到他的唇色很白，脸色也不太正常，可能是昨天酒精过敏的后遗症。他迅速收回心思，公事公办的道：7点前楼下集合，不到的自己走去第1站。男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程初夏依旧一板一眼话：我带到了，你还有半小时时间，尽快。5个嘉宾都喊完了，节目组让程初夏拿好行李，下楼去等着，看谁第一个下来。程初夏下了楼，不出意外的，第一个下来的是冯小花，她已经化好了一个精致美好的妆。冯小花一下来就看了程初夏一眼，关于程初夏的黑料她也听说过，倒是没想到这种风评了，节目组还敢用她。不过一档节目要好看，1、2个丑角还是需要的，估计就是让她来招骂的，毕竟骂也是一种节目热度。冯小花这么想着，就找了个地方打算坐下。你干什么？程初夏坐在沙发上，见冯小花要坐到他对面，他突然缓缓问出声。上一世，程初夏也录制过综艺，深深明白，在已经全网黑的情况下，谨小慎微，营造大方聪明的形象，跪舔黑粉是既卑微又行不通的。别人想黑你，就连你出门先迈左腿都是错。冯小花愣了一下，屁股还没挨着沙发，茫然地问：怎么了？于是等到第2位嘉宾下来时，就看到冯小花居然在站军姿。第2个下来的嘉宾是个2线艺人，叫杜兰。他不明所以的走到冯小花旁边，小声问：怎么回事？冯小花立刻嘟哝：兰姐，我。沙发上正在玩手机的盛初夏头也没抬，突然咳嗽一声，冯小花吓得一惊，不敢聊天了，小声说：合同好像有问题，节目组搞事，管家超级凶，别说了，你快放了行李过来站着，要站军姿，站不好要下蹲。什么军姿下蹲？这不是个旅游节目吗？杜兰十分怀疑。这时沙发上的盛初夏突然把头抬起来，冷冷的目光横扫过去。冯小花，他看过来了，看过来了，兰姐，你快站好。等到第3个嘉宾下来时，就看到前面2位女嘉宾已经到了，但是他们正穿着高跟鞋在站军姿。第3个是个男嘉宾，是位中年男演员，叫史岩。史岩年资高，出道20多年了。他带着笑走过来，寒暄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挺有意思的。3分钟后，经过一番科普，史岩站到了杜兰旁边。因为经常拍抗战电视剧，他的军姿是最标准的。第4个下来的是齐川，看到齐川居然会在嘉宾组，前面3位嘉宾都很惊讶，下意识要说话，却在这时，前面的管家突然站起来，翻转过来自己的手机，说7点整，人齐了，上车吧。齐川脸色依旧不是很好，眼尾还有一些泛红，显然是昨晚没睡好。他站在沙发外面，正看着程初夏。盛初夏没和他对视，只挥手让工作人员带着嘉宾们去外面上车。冯小花这时说道：不是5个人吗？还有1位嘉宾没到吧？盛初夏拉着行李箱停在冯小花面前，说了7点就是7点，谁没到？还是你想留下来等他？冯小花立刻狂摇头：那还不走？要我抱你出去？冯小花麻溜提着行李箱往外面冲去，杜兰和史岩也赶紧跟上。他们都没想到节目组这么狡诈，
说给他们找个服侍他们的管家，结果最后是个魔鬼教练。于是等叶北风在7点15下来的时候，大厅一片寂静，一个人都没有。他问自己的跟拍摄像师和工作人员，他们还没到吗？工作人员面无表情，他们已经走了。北风，你要想办法自己去，8点前能赶到机场，还能搭上飞机。叶北风震惊，不是说7点半集合吗？工作人员说7点，谁说7点半了？你记错了吧？他明明记得程初夏说的7点半，他不可能记错，那就是程初夏故意的。果然，他还记恨着离岛那件事，并且还不接电话，完全不听他的解释。叶北风脸上露出厉色，程初夏先是泼水，再是乱说时间，这个贱人，这是彻底要跟他对着干了。大巴车上，盛初夏坐在最前面，闭目养神。后面冯小花和杜兰坐在一起，史岩坐在一个单人座，齐川坐在车子最后一排的角落位置，格格不入。中途车子一个颠簸，大家都被惊动了一下。程初夏往后面看了一眼，本来是想看嘉宾们是不是都没事，结果看到了最后面的齐川，他的脸色更加差了。昨天明明已经检查没事了，怎么还这么虚弱？玻璃做的，皱了皱眉。程初夏突然跟司机说：“前面找地方停一下，节目组不紧。”你干什么？人有3急。程初夏平静地说：“节目组只能让司机在街边停一下，总不能不让人上厕所，这么不人道。”程初夏下了车就跑走了。等他再回来时，手里捧着一个棕色的透明杯子，看起来像是咖啡。冯小花趁机说：“我也想喝咖啡。”程初夏横了他一眼，眼神不善。程初夏上了车，直接走到最后一排。司机这时突然发车，程初夏晃了一下，直接坐到了齐川旁边，两人的身体靠得很近。程初夏赶紧坐开一点，把手里的冲剂递给他，喝了会好点。齐川看着他，薄唇微抿，额头已经有了细密的薄汗。他接过那杯东西，发现是热的，至少可以暖暖手。喝呀！看他不动，他催促。齐川冷声问：“你有中医执照？”“对，我有。”“让你喝就喝，喝死了找我赔。”他不耐烦地说完，粗鲁地抓过齐川的手，给他把脉。女孩的手指泛着暖意，相反，她的手却是冰凉的。齐川一时有些贪恋这点温度，指尖蜷缩了一下，女孩却又把他的手丢开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低烧，喝了一会儿，上飞机再睡一觉，下飞机就好了。这要是他刚才下车在药店里的中药柜配的，用的墨粉冲剂。男人墨色的眸子静静地看着他，程初夏有点烦了，还要我喂你？也可以。男人突然地说，还有心情开玩笑？赶紧喝，带个病号上路，累的是我。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前面自己的位子去。其他嘉宾们这才知道，原来齐影帝病了，难怪一直冷冷清清的，搞得他们都不敢上去打招呼。大家连忙起身，想去后面关心关心。前面的程初夏突然出声：“都坐好，绑好安全带，出车祸死的就是你们这些不会规范乘车的人。”众人默了一下，碍于管家的淫威，只能又老实坐回去，把安全带绑上。不过节目组工作人员倒是避开直播镜头，去后面问了一下，齐影帝要是再有个3长2短，他们节目组还不赔的底裤都没了。听齐影帝说没事，也喝了程初夏给他的冲剂，他们才安心下来，以为那个冲剂是板蓝根或者感冒灵之类的，他们倒没怎么担心，就说一会儿下了飞机，一定会安排人立刻送他去医院。大巴车到了机场，没想到的是，叶北风已经先到了。叶北风看到人群中的程初夏，英俊的脸上泛着一丝冷意，他已经问清楚了。盛初夏接替蓝星来当节目管家，管家是好听的说法，总不能说是仆人吧？但实际上干的就是仆人的事，区区一个仆人，早上还敢捉弄他，他会让他知道得罪他是什么下场。正想着，叶北风突然看到人群后面居然还有齐川，齐川的脸在娱乐圈自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叶北风只愣了一下，立刻小跑过去：“大家怎么才到啊？我还以为你们又走了，这不是齐前辈吗？您居然也在，我太激动了，真没想到能够有缘跟齐前辈参加同一档节目，我可是您的超级粉丝，您的每一部电影我都看过不下10遍，您能给我签个名吗？我真的太崇拜您了。”说着就开始掏纸笔。齐川微微蹙眉，本就偏冷的脸上此刻寒霜一片。程初夏本来站在旁边，这时一步跨到齐川前面，挡在他和叶北风中间。齐川一愣，墨眸微垂，看向身高只到他胸前，披着一头海藻般长发的娇小女人。他不舒服，你还要他给你签名？程初夏仰起头看着叶北风，满脸讥讽。那要不要他再给大少爷你表演一个倒挂金钩？叶北风一愣，纸笔拿在手上，一瞬间尴尬不已。他忙看向齐川，抱歉，我不知道前辈您不舒服。说完又看向程初夏，不过管家小姐你也不用这种语气吧？对了，我听工作人员说今天早上的集合时间是7点，但是管家小姐你之前怎么告诉我是7点半？你不会是故意针对我吧？叶北风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料想到程初夏惊慌失措的反应了，毕竟被他在节目里当场拆穿，他肯定措手不及。结果却听程初夏直接笑了：“我针对你。”女孩艳丽白皙的脸庞上，漆黑的美眸毫不避讳地扫向他：“我为什么要针对你？要是3块钱一把，10块钱3把，你配吗？”
叶北风目瞪口呆，他万万没想到，当着节目组、当着直播镜头的面，程初夏居然会骂他，他疯了。叶北风瞠目结舌，说道：“你什么你？”程初夏张口就喷，会不会说话？舌头捋不直，结结巴巴，啰啰嗦嗦。我告诉你，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口齿连接的是左脑，你说话不清楚，有没有考虑过，你可能是左脑患癌了？盛初夏，叶北风失控了，大声吼道：“喊你爹有事！”盛初夏轻飘飘的，叶北风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你机票不要了？盛初夏懒得跟他避避，下巴一抬，瞥了眼机场大厅的时钟，8点登机，再不拿票，时间一过，爹可就真的不等你这个不孝子了。最后还是史岩拿了机票回来，看情况不对，把叶北风硬拉走的。叶北风脸色很差，但在史岩这位前辈前面也不敢太张狂，只能委屈的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史岩压低声音说：“现在已经开始录制了，他的所有行为必然都是受节目组安排的。”叶北风一愣，史岩能拍拍他的背，再看看吧，这是直播节目，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观众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这么一说，叶北风这才反应过来，对呀，这可是直播节目，盛初夏针对他这么明显，而且毫无理由，相当恶劣，他的粉丝、路人观众必然都会对他大为反感，也会对他更加同情。这么一想，叶北风突然福至心灵，难道程初夏正是因为爱他爱惨了，所以才用这种不惜自黑的方式给他拉路人缘，助他人气高涨？这么一想，好像还真是这样。叶北风顿时豁然开朗，果然，他就知道盛家没有给过程初夏一丝温暖，唯有他在他陷入低谷时对他呵护备至。这蠢女人怕是爱他已经爱得走火入魔了吧？泼他水和告诉他错误时间时，他自己估计也心疼他心疼的肝肠寸断呢。想到这些，叶北风当即一扫阴霾，整个人又恢复了镜头前英俊暖男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全员集合，程初夏发现叶北风居然对他笑，这不孝子怎么回事？骂他还这么开心，果然左脑患癌了。第一站是在法国，在飞机上，叶北风想找机会跟程初夏单独说话，但碍于人多眼杂，最终只能放弃。齐川一上去就开始睡觉，程初夏在给他的冲剂里加了助眠的中药，他会困很正常。其他人也都抓紧机会休息。12小时后，众人抵达法国，下车前，工作人员喊了夏程初夏到后面来一下。程初夏到后面，主导演立刻问：“你是临时顶替来我们这档节目的？你经纪人是不是没跟你说清楚？管家的管，不是让你管5位嘉宾的管，实际上你是他们的佣人，一切要以照顾他们为先。我没照顾他们吗？”程初夏歪在旁边的舱壁上，半眯着眼睛，懒懒散散。齐川的药不是我去买的。主导演一噎：“但你对他们太凶了。”程初夏说道：“凶不凶，只是导演你的主观看法。实际上我已经很温和了。”主导演板着脸：“我没空跟你说这么多。总之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对他们要和颜悦色。他们可都是瓷器，尤其是齐影帝，他是古董，而你是瓦岗，你要听他们的，懂吗？”程初夏漫不经心地应了声：“行。”飞机降落，大家下机，到了机场外，节目组就正式说本次旅行的规则，简而言之就是给你们100欧，5个嘉宾加1个管家，未来3天的生活费都在这儿了，住宿吃饭看你们自己。而你们的任务还需要到本地至少5个旅游景点去打卡，而前往旅游景点的路程、车费也是包含在这100欧里面的。100欧换算成人民币就是800不到。众人一听，无不震惊。叶北风温和地问：“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钱吗？”“当然不可以。”节目组立刻有工作人员上前没收他们的钱包和手机，另外给了他们当地能用的手机。6个人一瞬间一穷二白。而这个过程，齐川始终站在最偏的位置，懒洋洋地揉着自己的额角。程初夏抽空看了他一眼，见他脸色平常，已经和正常人无异了，便把视线移开。杜兰说：“先找酒店落脚吧。你们谁知道附近有便宜的酒店吗？”叶北风笑了笑：“我去年来过，我记得机场附近好像有一家比较便宜的酒店，先过去看看。”其他人都没有意见。冯小花看了程初夏一眼，故意问：“管家，怎么下了飞机你就不说话了？之前在国内，你不是可凶了吗？那在这种前途茫茫的时候，你不是应该出来主持大局吗？难道？”冯小花眼睛一眨：“难道你不会说英文，所以怕了？”程初夏拉着行李箱走到他面前：“第一，法国说法文为主，没常识不要出来丢人，当着外国人也这么弱智，有点有辱国体。第二，下飞机前，节目组特地警告我，说你们是瓷器，是古董，我是瓦岗，所以接下来你们怎么说，我怎么做。”冯小花瞪着他：“杜兰打圆场，走吧走吧，小叶带路。”叶北风不着痕迹地看了程初夏一眼，然后在前面带路。程初夏走在最后面，
他旁边是沉默寡言的齐川。说实话，齐川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真的很奇怪。众人走了半个小时，冯小花和杜兰穿着高跟鞋，脚都快断了，终于抵达了所谓的便宜酒店。一问价格，25欧一间房，一共就100欧。我们这么多人，就算压缩一下，男女各一间也要50欧，住宿3天就是150，还不算吃饭和坐车。叶北风也有点尴尬，这间酒店是附近最便宜的了。杜兰犹豫道：“不如我们先住一晚，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别的便宜酒店。”最后只能这样，他们订了2间房，一口气一半经费消失，标间很拥挤。冯小花很嫌弃，杜兰没说什么，程初夏全程面无表情。大家放下行李后都说饿了，可是一看酒店的价目表，还是决定外出觅食。集合时没见到齐川，杜兰问齐老师呢？史岩正要回答，叶北风率先说：“节目组说去医院了，我们先去，回头给他带点吃的回来，大家一起出去。”程初夏还是一副不合群的样子，就这儿吧。叶北风来过巴黎，众人中已经隐隐以他为主导了。他选了一家人流挺旺盛的餐厅，其他人担心会太贵了。叶北风笑说：“好歹是第1顿，以后再节省。”他都这么说了，大家只能同意。程初夏进去时倒是瞥了眼这家餐馆的招牌菜白葡萄酒扇贝，是他喜欢吃的。这时一道若隐若现的视线突然扫了过来，盛初夏抬头看去，正好与叶北风四目相对。叶北风的目光里似乎夹带着什么，甚至还突然对他笑了一下。程初夏有点无语，不孝子脑子真坏了。众人不敢点太多的菜，但毕竟这么多人，最后抠抠搜搜也花了25欧元，这么点钱真的干什么都不够。冯小花抱怨道。回去的时候，齐川已经回来了。史岩看着叶北风殷勤地将手里打包的食物送到齐川面前，他眉头忍不住皱了皱。杜兰在后面拍拍史岩的肩膀，小声说：“小孩是有这种毛病，看到咖位大的就卯足了劲儿巴结。”齐川没有吃叶北风带回来的食物，只说了一句：“吃过了。”叶北风很沮丧，在镜头前露出失落的表情，喃喃自语：“我真的很喜欢齐影帝的。”史岩差点给看呆了，当着齐川的面各种讨好。齐川一走，马上对着直播镜头卖惨，暗示齐川不领情，伤了他的心。受尽折辱重生，这次一定要渣男尝尝痛苦。原本还找不到报复的机会，没想到上了直播节目，渣男居然是嘉宾。第1天先给他泼冷水，让他迟到；第2天还在计划之中，慢慢来。叶北风把剩下的钱给程初夏，阴阳怪气说能完成任务吗？盛初夏扫了他一眼，有吃有住有玩的，你不是病了吗？你要是死了，还有富裕给你买花圈呢。叶北风脸色顿时大变，冯小花小心翼翼问道：“25欧，真的能度过2天吗？”程初夏顺手将茶几上的酒店宣传册拿起，程初夏指着宣传册的其中一行是法文，大家都看不懂，唯独齐川却扫了一眼，念道：“酒店提供免费车辆接送。”程初夏直接将25欧元塞进自己的口袋。最后，程初夏直接下楼，后面跟着其他人。程初夏走到前台，操着流利的法文跟前台小姐交谈。前台小姐让程初夏签了个字，就拿了一把车钥匙给他。叶北风突然阴阳怪气的来一句：“要在法国开车，需要法国驾照，你们有吗？”程初夏瞥了他一眼：“爸爸有国际驾照，还有事吗？不孝子！”叶北风被对得脸色难看。杜兰这时突然说：“管家，我饿。”冯小花也忙道：“管家姐姐，饿。”史岩呵呵笑着：“管家小姐，你说有饭的。”程初夏发现所有人都看着他，就连齐川也将他墨色的瞳眸聚焦在他脸上。程初夏，早饭先凑合，中午带你们吃好的。拿了一大包小饼干出来，你还说没有了？冯小花立刻冲上去撕开一包就吃。大家一起出发。程初夏开车，看着坐在副驾驶座的齐川，盛初夏没说什么，驱动车子。车子上面有导航仪，不过是法文，不过程初夏听得懂。一路畅通的抵达了第1个景区。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聚集在男生房间定制明天的旅游计划，只剩25欧了，但是大家怎么算钱都不够用。齐川说道可以坐公交，众人都看向他。叶北风苦笑说：“公交路线复杂，容易迷路。”齐川看叶北风一眼，便不再出声。叶北风犹豫了一下：“那我再查查公交路线吧。”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齐川眉头稍蹙了一下，史岩和杜兰对视一眼，这个叶北风又开始卖惨了。程初夏倒在沙发上，翻着酒店宣传册。叶北风拿起手机开始查，本来自己啥也不知道非装，最后还是没查明白。史岩说：“大家都累了，先休息吧，明天早上再查。”结果今天早上，叶北风突然说：“抱歉，我好像感冒了。”2个前辈看着叶北风，居然有2副面孔。史岩突然想到，叶北风控诉程初夏恶意针对他，肯定是程初夏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才这么恶劣的。史岩拧眉：“要不要去医院？”叶北风咳嗽一声说：“应该是查资料太晚吹了风，我想再躺一会儿，你们先去商量一下之后的路线吧。”史岩深深地看了叶北风一眼，看向齐川：“齐老师，走吗？”
齐川拿起自己的外套，看都没看叶北风一眼。听说叶北风病了，不能来讨论路线了。杜兰立刻嗤笑一声，程初夏嘴角也扬了一下，唯有冯小花不明所以，还很担心，跑出去看他去了。在场的4人都是明白人，知道叶北风是在推卸责任。不过没了叶北风，他们里面始终也得出来一个能拿主意的人，没人敢劳烦影帝。最后史岩和杜兰同时将目光投向程初夏。初夏，你怎么看？程初夏正在吃不知道哪儿来的小饼干，懒懒散散地说：“我是瓦岗，听你们的。”杜兰笑道：“胡说什么？都是一起参加节目的，你还是管家呢。”程初夏说：“我不是管家，我是瓦岗，我是佣人。”冯小花这时回来了，正好听到程初夏这句话，有点不解。她突然问：“你哪来的小饼干？给我1块，我饿死了。”程初夏一口将小饼干吞掉，喝着热水，说：“没了。”杜兰走过去拍拍程初夏的背：“别闹情绪了，大家都是一起来玩的，都是一家人。你说说，你有什么看法？”程初夏还是摇头：“虽然我的确有办法，但是我只是个瓦岗。”史岩立刻问：“你有办法？”程初夏别开脸：“不，瓦岗不配有办法。”冯小花立刻起身：“你快说，你有什么办法？”程初夏这回不止摇头，嘴里还念念有词：“瓦岗是弟弟，瓦岗弟中弟，瓦岗。哎，你怎么在土里？酒店房间里？”杜兰还在哄盛初夏：“你先说说，你到底有什么办法？”盛初夏眉眼桀骜懒散：“区瓦岗，何德何能？盛初夏，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冯小花生气了，想打人。盛初夏立刻站起来，以一种恭敬至极的态度弯腰：“是，冯小姐教训的是，奴才罪该万死，要给你跪下磕头吗？”盛初夏，冯小花暴躁了。冯小花站起身来，叉腰原地转圈圈：“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另一边的齐川偏过脸，嘴角却忍不住显出一丝笑意。这女孩脾气实在是大得惊人。冯小花被程初夏气得冒烟，又指着节目组质问：“你们到底谁说她是瓦岗了？你们自己说，现在怎么办？”盛初夏孤僻地坐到沙发上，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节目组实在忍不住了，都急疯了。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你别一直瓦岗了，我不是瓦岗吗？你们亲口说的，你们让我像伺候祖宗似的伺候他们，我没有做到吗？你是管家，你要帮他们解决问题，硬要我出办法，那我的办法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我听你们的。这人还真是要跟他们拧到底了。杜兰看得出程初夏是真有主意的人，他好声好气地说：“你是管家，应该是我们几个的主导，怎么老说自己是瓦岗呢？”程初夏看了杜兰一眼，不说话。史岩也说：“是啊，小程，你还是变回你之前那样吧，你说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程初夏又看了史岩一眼，然后把目光投向冯小花。杜兰拉了拉冯小花的衣袖，冯小花最后还是气哼哼地说：“我听你的。”盛初夏视线一转，显然觉得他说的是废话。他最后看向齐川，齐川朝他看来，一双墨色的深眸里还弥漫着微笑的浅笑。“我一直都听你的。”盛初夏一愣，另外3人也同时看向齐颖的，齐川却已经别开视线，脸色也没有半点不妥，仿佛他刚才说的只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冯小花这时又问：“要去跟北风哥说一声吗？”史岩起身道：“我去跟他说，顺便把剩下的钱拿来。”史岩去了一趟，很快就回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叶北风，说是病得下不了床的叶北风，现在又能下床了，还跟着一起来旅游了。快到中午吃饭时间的时候，叶北风故意问：“不是说带我们吃好的？”程初夏不耐烦地扫向他：“这不是正在往餐厅走吗？怎么是的，在路边给你大少爷喂到嘴里？坦白说也不是不行，我喂流浪狗的时候也是这么喂。”叶北风又被对了一下，气得不行。冯小花在旁边轻声吐了口气，庆幸自己没避避，不然被喷的就是他。餐厅是一间当地很大的著名餐厅。叶北风冷冷一笑，当即说：“这里我来过，自助餐，平均消费1人30欧。你确定是这儿？不吃可以滚。”程初夏半点不留情面。叶北风哼了声：“我就怕一会儿有人付不起钱，害我们全部被留。”盛初夏已经走进去了，杜兰几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跟着进去了。几人吃的都有点战战兢兢，唯独程初夏和齐川不受影响。冯小花小声问：“齐老师，您真的不怕我们没钱付被留下？”齐川道：“他说不会。”这个他自然是指盛初夏。最后吃完，冯小花小心翼翼地问：“要结账吗？”盛初夏问道：“结什么账？”众人脸色大变，只有齐川还在淡定地喝着纯净水。叶北风冷笑：“果然没钱，是想让节目组买单吗？你可以试试，看节目组给不给。”还不等他们问，一个跟拍导演立刻出来说：“不给。”冯小花一瞬间觉得天塌下来了，那怎么办？杜兰咳了一声，看向程初夏。程初夏将餐巾放下，抬手招来服务员，两人用法语对话。过了一会儿，程初夏从口袋里摸出2张不知道什么东西，递给对方。齐川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忍不住又是一笑。他将抵在唇边的水杯放下，而后无奈地摇摇头：“
他们说的什么？冯小花一脸着急地问。这时，服务员又回来了，面带微笑地跟程初夏说了点什么，然后离开。程初夏这时起身走了，下午还有别的景点要去，这就能走了？冯小花不可思议。于是众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出了餐厅。叶北风目瞪口呆，你做了什么？程初夏皱了皱眉，他不想跟叶北风说话，不过看在其他人也都是一脸好奇，说我们住的酒店跟这家餐厅联动，可以在这儿免费消费一顿不含贵价单品的自助午餐。众人浑浑噩噩地跟着盛初夏去了第二个景点。下午回去时，在车上冯小花担心地问，退了房我们住哪儿？叶北风漫不经心地说，退了房免费午餐和免费车就没了吧？其实我选的这间酒店也挺好的，有这么多福利。程初夏冷冷一笑，长睫微垂，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觉得免费车和免费午餐都是你的功劳吧？叶北风无言以对。齐川坐在副驾驶座上，手肘压在车门的扶手上，以手抵唇，忍不住轻笑出了声。叶北风心里不快，倒没有表现出来。冯小花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总觉得车里气氛越来越奇怪。车子很快回到了酒店，程初夏给大家办了退房，众人提着行李箱又恢复了流落街头的状态，车也没了。我们现在去哪儿？冯小花站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地问。程初夏带着一行人去了地铁站，给大家买了票。史岩说，男生尽量照顾着女生，别让女生被撞到了，已经没有地方坐了。大家分开站着，史岩优先走到杜兰身边，杜兰牵着冯小花，有史岩挡着，旁边的人不怎么能挤到他们。程初夏站在对面一个角落，仰头看车厢上方的路线图时，鼻尖突然嗅到了一股清淡的冷冽味道。他转头一看，就看到齐川不知何时站到了他身后，他一只手拉着地铁门旁边的扶手，看起来仿佛把他环在怀里。盛初夏下意识地想和他隔开一点，但他这个位置已经是个死角了，根本挪不开。他沉声说，你过去点。车厢里嘈杂不已，男人似乎没听清，垂眸看着他。程初夏皱起眉，我说你过去。话音未落，男人突然轻身，一时间那股冷淡的男人气息更加明显。他问，什么？两人间距离骤然拉近，盛初夏一刹那觉得后背汗毛都竖起来了，他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说，你是聋子吗？盛初夏突然冲着齐川的耳朵大声。男人蹙了蹙眉，直起身子，另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耳垂，看着他道，不是说男生照顾女生？我不用你照顾。盛初夏说，你过去点，你身上的空气分子挨着我了。齐川叹了口气，表情似是无奈，到底是退开了一些。叶北风这时终于从另一边挤了过来，他看到盛初夏，正想上前说话，突然看到盛初夏前面的齐川，一下又把嘴闭上了。不过再一看齐川和盛初夏的距离，他们俩站的怎么跟抱在一块似的？程初夏毕竟是他的未婚妻，叶北风脸色难看起来，他当然不会觉得是齐川故意接近盛初夏，只觉得是盛初夏利用周围人潮再靠近齐川。他面色漆黑，看摄像师没在附近，当即对程初夏喊道，你出来。盛初夏看向叶北风，先是一愣，而后伸手不可思议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尖。我。叶北风皱眉，不是你是谁？到我这边来。齐川倏地转手，墨眸一眯，冷冷地看着叶北风。叶北风还在理直气壮地对盛初夏呼喝，还不出来？盛初夏仰头看齐川，你觉得是我在做梦，还是他在做梦？你什么意思？叶北风不解。盛初夏一脸忧伤地说，完了，这傻子是真的脑残了，他居然以为我会听他的话，他让我过去我就过去，一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我要继续带这个白痴做任务，就觉得自己好惨。齐影队，你觉得以现在的病情，我们通知节目组让他们换个嘉宾来，可行吗？看着叶北风恼怒成羞，齐川突然勾唇，可以试试。叶北风一愣，不可思议地看向齐川。盛初夏也顿了一下，他只是随便说说，倒是没想到齐川还会配合他。程初夏瞥向叶北风，好狗不挡道，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别在爸爸眼前晃悠了，爸爸是真烦你。你行。盛初夏，你行。叶北风撂下狠话，气冲冲的又挪到另一边去，看着他狼狈的背影，盛初夏目光一转，又看向身前的齐川。齐川为什么要帮他说话？过了一会儿，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了，终于他们也都下车了。出站后，冯小花被冷得一哆嗦，看着荒凉的街景，小心翼翼地问，这里真的有酒店吗？程初夏走在前面，拉着自己的行李箱，头也没回。走了大概10分钟，他们停在了一间极为简陋的民宿门口，看着民宿摇摇晃晃的牌匾，冯小花害怕的声音都抖了。我们真的要住这里？一声门响，一位满头白发的白人老太太走了出来，她看起来有些干瘦，笑眯眯的用纯正的法语问道，是程小姐吗？我是。盛初夏站出来与她交谈。过了一会儿，民宿里又走出来一个男人，帮他们拿行李。民宿外面看起来破败，但里面还是很干净的。民宿主人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晚饭，大家放下行李后就围着餐桌坐下。
这间民宿是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在经营，老太太只跟程初夏说话。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离开后，杜兰谨慎地问：“初夏，这些晚餐不另收费吧？”盛初夏拿起刀叉，声音浅淡：“吃吧，早午晚3餐都是包在住宿费里的。”他们问到住宿费多少，程初夏说免费，又免费。冯小花一边切牛排，一边啧啧称奇：“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走到哪里都能免费？到现在居然只花了4欧。”盛初夏瞥了他一眼：“冯小花，一天才花4欧，我们一共6个人，昨晚我们一顿饭就吃了25。”说到这里，冯小花立刻闭嘴，悄悄看了叶北风一眼。叶北风脸色难看，但他知道这群人里只有冯小花对他还抱有善意，他只能勉强笑笑：“没关系，是我的问题，昨天晚饭太贵了。不过管家小姐，这间民宿为什么会免费？节目组可是说了，我们不能靠刷脸占当地人的便宜。如果这么做了，一经发现，不只要双倍赔钱，还要扣下1期的旅行经费。”众人立刻紧张地看向程初夏，唯有齐川，他慢条斯理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似乎对程初夏的所作所为半点都不担心。程初夏将一块牛排放进嘴里，等到嚼完了，才看向众人，脸上没什么表情。这里死过人，一瞬间万籁俱寂，仿佛是为了迎合这种氛围。啪的一声，整个屋子突然黑了。冯小花惊声尖叫：“安静！”程初夏觉得吵。过了一会儿，屋子的灯被打开了，老太太的儿子出来道歉，说是跳闸了。程初夏表示没事。等他走后，程初夏才说：“这偏僻来自杀的人多，这房子死过5个人，民宿的经营逐渐不善，加上设备老旧，偶尔会出现停电断水等情况，一时间风评急转直下。”冯小花快哭了：“那你还带我们来这儿？免费啊，大姐！”盛初夏懒懒淡淡的嗓音里藏着几分乖张：“这间民宿本身就不贵，5欧1晚。我给民宿老板打电话，本来想问能不能再打折，结果老太太说民宿几天后就要结业，如果我们不介意，可以过来免费住。”这么一说，冯小花又有点惆怅了，接着就立刻谴责程初夏：“5欧1晚，还包伙食，这你还要讲价？而且怎么能不给人家钱呢？人家老太太这么艰辛，5欧你都不给，你有没有心啊？”程初夏将刀叉一放，淡淡开口：“5欧1间，2间就是10欧，我们还要住2晚，就是20欧。现在总共只有21欧，给了，剩下1欧，剩下2天，够我们坐车还是坐地铁？还是你们打算走着去景点？”冯小花哑火，不敢吱声。齐川这时端起水杯，侧着身看程初夏，修长干净的手指捏着水杯，通知老板可以不用结业了。他们这是直播节目，他们住在这儿，等于无形的已经给民宿打了广告。6人中，齐川的广告效应有多大，不言而喻。他们住在这里2天，就当是体验了。如果观众们看到民宿真的没有那么糟，下次来巴黎可能就会选择这里。一来二去，有了客源，民宿自然就不用结业。杜兰看向程初夏，程初夏肯定也是想到这点，才安心的接受了免费住宿。这么一想，还是送了民宿老板一个大便宜。吃过晚饭，大家分别回到房间。冯小花突然说：“这里有投影仪，我们看恐怖片好不好？”我一直想看恐怖片。盛初夏本来正在收拾东西，手突然一顿。杜兰笑着说：“我可以，大家一起看电影也能促进感情。初夏呢？”程初夏喉咙动了动，哽了一下，别开视线，硬说：“随便。”那好，我去叫他们。冯小花风风火火地去把隔壁的男生们叫过来。大家都来后，冯小花就选了部日国恐怖片，啪，把房间灯一关，大家挨挨挤挤地坐在宽阔的大沙发上。3个女生坐大沙发，叶北风和史岩坐在小沙发上，齐川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单人沙发上，程初夏坐在沙发的左边边缘，他的旁边就是坐在单人沙发上的齐川。程初夏抱着抱枕，一开始还能坚持，过了一会儿，女鬼满脸血的出现在屏幕上时，他扛不住了，背脊一弯，整张脸埋进了抱枕里，手指抓紧了沙发扶手。齐川侧手看着女孩青筋暴露的手背，挑了挑眉。坐在中间的冯小花也很害怕，她抱紧身边的杜兰，杜兰哄她2声，又问程初夏：“初夏，没事吧？”程初夏立刻将抱枕放下来，脸色平常地说：“剧情有点无聊，我都看困了。”程初夏逞顽强，眼睛却再也不肯看屏幕，奈何就算不看，恐怖音效也如影随形。正在他控制着要不要再用抱枕捂住脸时，身边的齐川突然起身。现在一丁点的动静都容易让盛初夏失控，他惊悚地猛地看向身边的男人。齐川垂眸看他一眼，像是解释，说：“洗手间。”盛初夏连忙跟着起身，其他人不解地看着他们。“我也去洗手间。”程初夏说。齐川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抬步也走了过去。出了房间，程初夏才终于活了过来。走廊里没有摄像头，他靠着墙壁喘气。这时，房间里的齐川出来了，路过他身边时，他懒洋洋说：“怕鬼。”程初夏眼睛一抬，立刻反驳：“我怕鬼，鬼怕我还差不多。
齐川一顿，脚步停下，两只手插在裤子两边的口袋里，转身看着他。盛初夏不可一世的仰头与他对视，干什么？齐川看着他的脸，缓缓迈开大长腿朝他走去。盛初夏站在原地没动，齐川停在他面前一步的位置，右手抬起，齐长的手指微弯，他用食指指背碰了他脸颊一下，盛初夏立刻敏感的后退半步。齐川站在原地没动，只将食指指背那滴晶莹的液体转给他看。冬天流汗，盛初夏哑然又强辩，冬天为什么不能流汗？别人流汗你都管，你是太平洋的警察，管这么宽？男人低笑一声，拇指摩挲了一下食指，将那滴汗珠撵走，说随便你。说完走向了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程初夏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上面似乎还残留着男人冰冷的气息。他擦了一下脸，恶狠狠地盯着洗手间的方向。最后程初夏硬是磨到电影都快结束了才回去。电影看完，大家散场。但晚上睡觉的时候，盛初夏却睡不着了，脑子里始终是恐怖片里的情节。最后他睁开眼，发现房间里黑漆漆的更恐怖，于是从床上起来到外面去。大厅还亮着灯，他就穿着睡衣在大厅里。突然一声轻响，大厅暗了。程初夏短促地倒吸一口冷气，他想到民宿偶尔会电压不稳跳闸，可是这3更半夜的，总不能让民宿老板起来给他开电闸。他心想，还不如就待在房间呢。他摸索伸手，打算回房时，突然走到拐角处，手突然摸到了一股温热的东西，一瞬间程初夏僵住了，额上的冷汗瀑布似的往下掉。不会吧，不会吧，虽然死了5个人，但都是自杀的，不会真的撞鬼吧？太害怕了，脚像是被定在了原地，动弹不得。而就在这时，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握住他的手腕，他那手腕纤细。程初夏清冷的男音在黑暗中低沉响起。程初夏一下回神，迟疑地问：齐川？齐川的声音低低的，手指握着他的手腕，没有松开。跳闸了，他确定真的是齐川，是个人，不是鬼。终于松了口气，好像是跳闸了，我去看看。他说着，放开了他，从他身边走过。盛初夏立马抓住他的胳膊，男人一顿，沉默片刻，问道：害怕？程初夏咬着牙，嘴硬：谁怕了？男人轻笑，他伸出另一只手，用手盖住女孩冰凉的手背，然后将她抓着他胳膊的小手拉下来，改为牵住。程初夏一愣，齐川说：那就当我怕，陪我一起去。两人手掌心与手掌心相贴，程初夏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小手正被他的大掌完全包裹着。齐川发出一声稍显困倦的鼻音，似是催促。程初夏终究说：既然你求我，也不是不可以。最后程初夏就被齐川这么一路牵着手带到了电表房。推开电闸的一瞬间，感应灯亮了起来。感应灯的光照很微弱，但至少是亮的。程初夏一低头就看到两人相交的手，立刻抽回自己的手，背在身后。齐川没说什么，关上电表箱，拍了拍手上的灰，往外面走去。程初夏跟在他后面。你怎么知道电表房在这儿？男人随口道。这种欧式房屋结构都差不多。齐川去洗了手，过来时看盛初夏还在，挑眉，还不回房，失眠。程初夏理直气壮。齐川笑了声，因为恐怖片吗？程初夏懒懒散散地靠着墙站，表情淡漠。你这人很奇怪，怎么什么都能扯到恐怖片上？我只是单纯的认床，那随你。说着，他绕开他，走回房间。走了一半，他又突然停下，回头问：之前的冲剂是你配的？程初夏看向他，怎么很管用？男人说完，进了房间，关上房门。程初夏站在走廊里，沉默了一下，才想起，那他是出来干什么的？也没上洗手间，就是出来给他开电闸。最后程初夏在大厅坐了一夜，因为睡眠不足，他第二天一早5点半就报复社会的把所有人都喊醒了。众人拖着疲乏的身体，要死不活的洗漱完，到餐厅等着吃早饭。精力旺盛的程初夏把今天的行程都说完，然后看向众人，都没意见吧？其他人都迷迷糊糊的点头。接下来的2天，在程初夏的带领下，任务圆满完成，而且最后经费还剩下15欧没花完。冯小花说给花了，庆祝庆祝，大家投票。除了齐川在外面打电话没参与，大家都同意花掉，只有程初夏不同意，4票对1票。盛初夏老神在在的，声音不紧不慢，一字一句：4人同意花钱，我不同意，那么1票有效，4票作废，最后决定听我的。众人无言以对。回程的飞机上，冯小花见缝插针的就跟杜兰说盛初夏的坏话，杜兰左耳进右耳出，偶尔安慰2句，15欧留着下期用也挺好的，下期就不用这么紧巴巴了。冯小花嘟哝，可我一件伴手礼都没买，白来巴黎了，下次买，下次买。糊弄2句后，杜兰突然看向斜前方的齐川，小声说：下期好像就没有齐影帝了。冯小花一愣，为什么？其实本来最后一位嘉宾就不是他，是王老师。王老师身体不适，好像是王老师拜托齐影帝帮忙顶1期的。
这样啊，冯小花说，我就说，咱们节目组怎么能请到齐影帝这种咖位？不过王老师能请得动齐影帝，面子也够大的。当年齐影帝的第一部戏就是和王老师合拍的，两人私下也是认识的，很有交情。冯小花点点头，又满足道，其实能和齐影帝合作一次，我也是赚了。齐影帝这种神人，本来就是让别人仰望的。说到这里，冯小花又突然八卦，兰姐你猜，齐影帝这样的人物，以后会跟什么样的女人结婚啊？好难想象啊。杜兰想了想说，应该是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气质绝佳、长得还漂亮的吧。冯小花边听边点头，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齐。喂，你腿！冯小花话还没说完，就听前面一道熟悉的、不客气的女声骤然响起，两人同时看去，就看到是坐在齐影的旁边舱位的程初夏。程初夏大概是要去洗手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立在齐影的旁边，一脸不耐烦的，还用膝盖顶了齐影帝的膝盖，似乎是嫌男人的长腿挡住了他的路。他这个动作将本来正在小气的男人吵醒了。冯小花和杜兰看得倒吸一口凉气，都觉得齐影帝肯定会生气。结果下一秒，好脾气的齐影帝坐起来一点，挪开双腿，一言不发的让程初夏过去了。然后就见程初夏像个黑帮大姐头一样，两手插着衣服口袋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进了洗手间。冯小花和杜兰都看得很恍惚。最后，杜兰咽了咽唾沫，小声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总之不会是这样的。”冯小花疯狂点头。哪个男人会找这种女人当老婆？又不是脑子有病。第一期的节目录制就在这么愉快温馨的气氛中结束了。下了飞机，大家分道扬镳。程初夏走得最快，提着行李箱直接打车回到了自己的小公寓。一回家，他就躺在床上不动弹了。坐了12小时的飞机，人快累瘫了。从包里掏出自己的手机，这几天用的都是节目组的手机，他自己的手机早就没电了，插上充电器，手机一打开，5、6条未接来电，还有10几条待读微信。看了一下来电显示，盛家打来了2通，唐如意打来了1通，盛叔叔打来的1通，另外2通，一通是公司打来的，1通是甘妮打来的。程初夏无视所有跟盛家有关的人，懒洋洋地回拨给了甘妮，同时翻看微信。甘妮很快接起电话，这几天他也有看直播，一接通电话他就噼里啪啦的一通骂盛初夏，比如说你到底懂不懂管家的意思？你居然还泼叶北风水？你这张嘴是不是吃屎了？怎么这么臭？程初夏慢吞吞的回，对，吃你了。甘妮暴躁地说，程初夏，你再给我顶嘴。程初夏直接说，我的管家身份，节目组都没意见了。甘姐，你还想说什么？甘妮沉默一下，过了一会儿说，明天来公司一趟。挂了电话，程初夏看着微信上唐如意发来的10几条微信，内容都没看，直接全部删掉，顺便把唐如意拉黑了，然后转到通讯录，把跟程家人的电话一起拉黑。齐活，睡觉。第二天，因为时差的原因，盛初夏早上起不来，他是下午公司都快下班了才过去的。甘妮看到他就来气，你不如明天再来。程初夏刚进门，闻言脚步一转，往外走。哦，那我明天来。甘妮大吼，你给我滚进来。甘妮办公室门口，助理小妹对程初夏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示意甘妮现在心情很不好。程初夏没当回事，跟着甘妮进了办公室，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不认识，是个男生。那个男生人高马大的，一看到程初夏，立刻眼前一亮，起身就对他伸出手，盛老师，认识，我是蓝星。程初夏回忆一下，才想起来，这个蓝星不就是之前定好的那个管家？不过因为知道要去伺候叶北风，直接闹失踪了。程初夏狐疑的跟他握了手，蓝星人如其名，长得比较粗犷，跟时下流行的清秀型小鲜肉截然不同，身形颇为硬汉。他佩服的说，程老师你泼叶北风水的那段，我看38遍。程老师，我太尊敬您了，一口一个老师，喊得诚恳极了。程初夏一下也笑了起来，好说好说，只要你也讨厌叶北风，咱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弟。蓝星一拱手，大姐请受小弟一拜。程初夏抬手，弟弟平身。你俩有完没完？甘妮在旁边都要气死了。拍戏呢？蓝星还是挺怕甘妮的，只能闭嘴。程初夏坐到沙发上，翘着2郎腿问，今天是不是给我发工资啊？我兜里只剩6毛5了，回去的公交都坐不上了。甘妮冷笑，节目组投诉你的电话打了800个过来，你还有脸跟我要工资？程初夏挠头，投诉？那他们怎么不直接跟我说？跟你说。甘妮拍桌子，跟你说了，再被你阴阳怪气的骂回去是吗？行啊，程初夏，看不出来你还有音乐天赋，还会唱歌。程初夏突然拍手，甘姐唱得好，然后挑眉看了蓝星一眼，蓝星立刻跟着鼓掌，甘姐唱得好。甘妮咬牙切齿叫盛初夏名字，程初夏不皮，但他话锋一转，面露哀伤，突然开始叹气。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愿意抛头露面卖艺为生？小女子弱女飘零，还请甘大老爷。甘妮抓着手边的矿泉水瓶，直接朝他砸来。
程初夏眼皮都没抬一下，单手接住，扯着唇角说：“好球，3分。”甘妮捂着胸口，终于开始心肌梗塞了，连吃了3颗救心丸才缓过劲儿来。一抬头就看到该死的程初夏和蓝星凑得很近，正一脸好奇地在看他。甘妮将药瓶往桌上一砸，重重呵斥：“看什么看？”程初夏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伸手去拿药瓶，爪子给我收回去。甘妮将药瓶放到另一边去，程初夏撑起身子，执意去够，好不容易抓到药瓶，还没看2行就被甘妮夺了回去，顺便骂他给我好好坐好。蓝星脱口而出：“甘姐，你还真有心脏病啊！”甘妮没好气：“你还好意思说？还不是被你们气的。”程初夏瞥了甘妮一眼，又看了眼那药瓶，倒回椅子上不说话了。甘妮这时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东西，递给蓝星：“这是你未来1个月的课程，以后每天早上7点来公司，上完所有课才能离开。”蓝星扫了一眼，哀嚎：“这么满的课，这谁顶得住啊？顶不住也给我顶！”甘妮火大道：“下个月红柚台有个选秀综艺，100名练习生争5个出道名额，我给你报了名。”蓝星一愣：“我是演员，怎么还要去参加选秀综艺？我又不会唱歌跳舞，不会就给我学，怎么了？不想去，不想去，准备一辈子这样瞎混过去。”蓝星烦躁地摸了一把脸：“我宁愿去剧组跑龙套，你想去，人家也得要你。”甘妮说完，又看向程初夏，也递给他一份东西：“你的下一份行程。”盛初夏看了眼，然后对蓝星说：“你要的龙套到我这儿来了。”蓝星凑过去一看，一个名字都没听过的剧组里的女5号，好听是女5号，不好听就是群众演员。蓝星不可置信：“姐，你不至于吧？你的旅行5+1播出后，反响不是很好吗？热度也很高，以前网上100%网友都在骂你，现在只有99%骂你了，加上还有其影帝加持，最近应该有很多其他工作找你吧？”程初夏摸着下巴，若有所思。蓝星认真地看着他，又看看甘妮，以为马上就会听到程初夏因为不满通告问题跟甘姐据理力争，结果等了半天，只等到程初夏嘟哝一句：“原来我那个综艺叫旅行5+1啊！”蓝星愣了：“姐，都录了几天了，你还不知道你们节目的名字？没太注意。”程初夏浑不在意地说。甘妮不耐烦地说：“行了，吵，给我清静点。”说着，他又把一叠剧本对给盛初夏：“你最近热度上来了，去女5号我也看不上，不过这个剧的本子的确不错，明天剧组有个公开试镜会，你去给我试镜女1号。”盛初夏挑了一下眉，甘妮皱眉：“怎么没信心？拿着女5号的合同去试女1号，过了就不用拍这个女5号了，没过就给我真跑龙套去。”盛初夏似笑非笑地瞥了甘妮一眼，他算是看明白了，甘妮是激励型经纪人，比起过度保护艺人的经纪人，他更喜欢将艺人丢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让他们自己成长，这也没什么不好。人只有自己经历风霜了，才能明白路难走，也才有机会走得更高更远。盛初夏慢吞吞地说：“那就试试吧。”他记得前世他也接到过这个剧本，但他最后并没有拍成，因为女5号被删掉了。而这个剧最后也闹出了一些幺蛾子，原本的女1号突然被曝光吸毒，可是剧组怎么办？剧组没办法，只能把后面的剧情重新剪辑，把所有有女1号的镜头都删了。这也导致最后整个剧跟原本的内容完全不同，人物关系也全乱了。可是曾经看到过完整剧本的程初夏是知道这本子的确不错的，演好了成黑马也不一定。既然有公开试镜，他就去试试也无妨。前世甘妮可没让他去试女1号，他也根本不知道有公开试镜这回事。看他同意了，甘妮又说：“明天早上10点，地址我回头发给你，别迟到了。”盛初夏点了一下头，抬起头对甘妮摊开手。甘妮问：“你要什么？”程初夏说：“我的综艺通告费。”甘妮冷哼：“财务最快也要月底才能打过来，你急什么？”程初夏扁着嘴：“不急不行，我真的没钱了。今天早上小区物业来敲门，我都不敢开门，怕他们喊我交物业费，整整30块呢。”蓝星在旁边笑得不行。甘妮黑着脸说：“先转给你3000，把您的穷酸香给我收起来。”没一会儿，微信收到了甘妮的转账。程初夏笑眯眯的接收，终于不闹腾了。甘妮看到他们就烦：“行了，没事滚吧，别在我眼前晃悠。”蓝星拿着课程表就往外面跑，程初夏也抱起剧本，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顿了下，回头看向甘妮：“甘姐，药不能乱吃。”甘妮皱眉，眼睛一扫，拿起自己的药瓶：“你说这是处方药？”程初夏摇头：“这个药影响雌性荷尔蒙，说严重点，将来影响生育。”甘妮一愣，又怀疑地打量程初夏：“你懂这些？”“懂一些。”程初夏耸耸肩，又说：“你最好去看看中医，你的问题不严重，吃中药比吃西药好，西药副作用太大。”说完挥了挥手，直接走了。留下办公室里的甘妮若有所思。盛初夏打车回到自己的小公寓，倒下来就开始看剧本。剧本前世虽然看过，但是毕竟过去太久了，再看一遍。程初夏边看边拿着纸笔写人物小传，一整天就这么过去了。晚上早早睡下，第二天一早
换好衣服，程初夏就按照甘妮发来的地址直去了试镜现场。这部剧虽然导演听都没听过，也不是 IP 改编，没有原著热度支撑，但是试镜会上依旧有30多个女演员，多为一些你见都没见过的38线。程初夏作为一个18线，坐在一群38线中，竟然隐隐有点独占鳌头的味道。程初夏，有人小声惊呼道。程初夏抬头挺胸，一瞬间觉得自己腕儿还怪大。过了一会儿，前面开始喊号，陆陆续续有女演员进去试镜。这时，程初夏旁边突然有人坐下，程初夏本来没在意，却突然听到身边的小姑娘说：“程小姐，我是你的粉丝，请问可以给我签个名吗？”程初夏一愣，瞬间抬起头，用一种见了鬼的表情看着对方。小姑娘见他神色严肃，吓得当场发抖。不签名也没事，对不起，打扰了。说完就要跑。等一下，程初夏喊住他，面带狐疑地问：“签名？”“小姑娘连忙把一个本子拿出来，小心翼翼地递给他。程初夏还是很怀疑，他半信半疑地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期间扫了那小姑娘好几眼，然后同样小心翼翼地把本子还给他。两人的样子都很诡异的谨慎。小姑娘接过本子，开心地笑起来：“谢谢。”程初夏表情更加惊恐了。等到小姑娘走了，盛初夏拍了拍自己的心脏，暗暗嘟哝：居然真的是找我签名的，吓死我了。前世他被全网黑，社交媒体上都是骂他的，他从未体会过有粉丝是什么滋味，也从没被人要求签名合照过。这是回来，他也没做什么，怎么就有粉丝了？他刚才就怀疑这是什么陷阱，心里正想着。这时，工作人员喊了他的名字：“程初夏。”程初夏站起来，刚要过去，就看对面的小姑娘突然站起来，对他比了个加油的手势：“英哥，冲呀！”程初夏进入试镜室，不大的房间里一共坐了3个人，最中间的是导演，左边是制片人，右边是编剧。中间的导演问程初夏：“不是演谢姬的演员吗？原本的女5号就叫谢姬，男主的吗？戏份基本只出现在男主的回忆里。”程初夏点点头：“我更喜欢女1号段瑶的角色，我想试试。”导演是个30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头发还很茂密，一看就是刚入行没多久，还没有陷入一般资深导演都陷入过的脱发危机。他靠在椅子上看了看剧本，不怎么在意地说：“那你试试第2场这段。”20分钟后，程初夏从试镜室出去，外面的人立刻都看向他。程初夏没在意，刚出了电梯，甘妮的电话就来了，仿佛知道他什么时候试镜完似的。“怎么样了？”甘妮开门见山地问。盛初夏说：“不知道，让我回家等通知。”那头甘妮沉默了一下，又问：“你自己感觉怎么样？”程初夏脸不红，气不喘：“我感觉自己很优秀，如果他们不选我，那就是他们瞎了眼。”甘妮深吸一口气，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程初夏不在意地收起手机，站在街边等车。这时手机又响，以为还是甘妮。程初夏看也没看的就接起：“还有什么事？”“程初夏，你还好意思问我什么事？打你这么多电话为什么不接？你现在在哪儿？”电话那头竟然传来唐如意的声音，这声音恍如隔世。程初夏皱了皱眉，看向来电显示，上面显示张姐2个字。张姐是盛家的老佣人，程初夏在盛家这么多年，其他佣人踩低捧高，只有张姐一直比较照顾他。他拉黑了盛家所有人，唯独没有拉黑张姐。结果唐如意居然用张姐的电话打给他。沉默了一下，程初夏对着那头问，漫不经心的：“找我有事？你给我立刻回家来。”唐如意愤怒道。盛初夏嗤笑一声：“我可以回去，不过让我回去，可就别后悔。”盛初夏前世轻信恶人，让自己过得如地狱一般，亲生父母将自己卖给非法组织，未婚夫还和妹妹苟且，可怜自己死之前才知道真相。要是时间重来一次，他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盛宅门口，盛初夏下了车，直接走了进去。来开门的是张姐。张姐见盛初夏回来了，喜忧参半。程初夏对张姐笑了一下，就进门了。唐如意坐在沙发上，用着吃人的表情看着他。程初夏沙发上懒洋洋地说：“让我回来干嘛？”唐如意倏地站起来：“我让你坐下了吗？给我跪下！”程初夏掏掏耳朵，嘲讽地勾了勾唇角，一动不动。唐如意说着，3步并作2步过来，一巴掌就往程初夏的脸上挥去。程初夏凤眸一眯，兀地抬手抓住唐如意的手臂：“我打你，你还敢反抗？”唐如意不可思议地咆哮道。程初夏冷冷一笑，手臂一抬，一巴掌扇在唐如意脸上，整个大厅倏然一静。程初夏说：“现在才叫反抗，你疯了！”唐如意满脸狰狞，伸手又要打程初夏。程初夏一脚踹向他的肚子，把人踹飞。“夫人，夫人！”佣人们都跑过来搀扶。唐如意坐在地上，满脸震惊，不可思议。程初夏将2只手又插回衣服口袋里，眸中尽是掩盖不住的恨意。一脚一巴掌，这么点东西，
偿还得了他前世遭受的罪吗？亲生母亲竟然会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地下组织直播卖肉，这算什么母亲？畜生都没他这么恶毒！反了，彻底反了！唐如意被打得满脸通红，肚子还疼得要命。她一巴掌挥开身边的佣人，愣着干什么？打电话给先生，让他现在就回来。这时，2楼突然传来一道喜悦的女声：“姐姐，你回来了。”程初夏抬头看去，就见果然是盛叔叔。盛叔叔穿着一件精致华贵的连衣长裙，一脸高兴地跑下来。程初夏站在原地没动。程叔叔似乎没注意到唐如意，他一下来就兴冲冲地跑到程初夏面前，开心地说：“姐姐，你回来的正好，我朋友今天生日，我要去参加生日会，你看我这样穿去行不行？这条裙子是爸爸上周送给我的，意大利名家定制的，光是手工费就要100多万，整条裙子一共花了300万，你觉得好看吗？”说着，他还转了一个圈。程初夏打量程叔叔，是了，前世也是这样，程叔叔买了什么贵价的东西，都喜欢找他炫耀，这是程叔叔的乐趣。他享受这个家对待2个女儿的不公平待遇。程初夏穿连佣人都看不起的几十块特价衣服，但程叔叔可以穿国外名家定制的几百万礼服。程初夏放学晚了，回家哪怕迟1分钟就不准吃晚饭，还要挨打挨骂。但程叔叔不管回来多晚，盛家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他们是相处在同一屋檐下的天渊，程叔叔是天，他是渊。姐姐，你怎么不说话？你要不要摸摸这条裙子？不过你手这么粗，可要小心点，不要摸坏了。摸坏了，我倒是没什么，但是爸爸会生气的。你也不想爸爸生气吧？爸爸生气又会打你了。程叔叔故作体贴地说道，然后捉着盛初夏的手，让程初夏摸他的衣服。盛初夏冷笑一声，一把将手抽回来，凉凉地说：“能不能别碰我？每次被你碰过，就像沾了屎一样，得用消毒药水反复洗手，太麻烦了。”程叔叔一愣，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一直逆来顺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程初夏在说什么。程叔叔一回头，才发现唐如意脸上竟然有个五指印。程叔叔怪叫：“妈，你脸怎么了？”唐如意一把抓住程叔叔，把他护到身后，然后凶狠地对程初夏说：“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就真的可以飞了？不接电话，不回家。北川说你还去他的剧组，得罪他们剧组的导演。现在你回来，二话不说，居然就敢对我动手，好得很。今天我不教训你，我就不是你妈。来人，拿家法。”说着，就有佣人去库房把一根细长的铁棍拿出来。程初夏看着那根铁棍，一些记忆又被唤醒。程叔叔在旁边喊道：“妈妈，别打姐姐了，铁棍打下来会断骨头的。你忘了姐姐初2那次弄破我的手指甲，被爸爸打了10棍，把她的背骨都快打断了。她在床上躺了整整10天才能下地呢。”唐如意冷哼道：“她敢犯贱，我就要把她的剑筋打断，不让她知道厉害。她学不乖。姐姐，你也真是的，怎么能打妈妈呢？你是不是中邪了？你快跟妈妈道歉啊！妈妈一心软，就少打你2棍了。”程叔叔说着说着，眼底的笑意怎么都掩饰不住，最后竟然直接笑弯了眉，仿佛对这场家法他期待的不得了。唐如意举着棍子一扬，直接朝盛初夏身上砸去。程初夏一动不动，抬手稳稳地接住了砸过来的铁棍。程初夏，你放开！唐如意大叫。程初夏冷笑一声，一用力，直接将铁棍夺过来，然后棍头一转，一棍子反砸向唐如意的肩膀。程初夏，你疯了！程叔叔尖叫着过去，要搀扶唐如意。程初夏棍锋一转，下一棍直接打在程叔叔背上。程叔叔被打得扑到唐如意身上，两人跌成一团。妈，他疯了，他真的疯了！程叔叔大叫。程初夏，你敢打叔叔？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抓起来啊！唐如意对着一众佣人咆哮，佣人们一拥而上。程初夏嗤笑一声，将手里的棍子舞了一圈，成功把这些胆小怕事的佣人全部逼退。废物，都是废物！唐如意吼道。程初夏将铁棍杵到地上，嗤笑一声，他们不过跟你学的，他们是废物，你又是什么？唐如意狰狞的视线立刻转向程初夏，你今天敢打我，我明天就要你不得好死！你等着，你给我等着！明天吗？程初夏掏掏耳朵，往前走了2步，那还早。说着，直接一抬腿，侧踢向唐如意的脑袋。唐如意整个人顿时像一只破败的皮球似的，往旁边一飞，身体撞翻了博骨架。程叔叔大叫着妈妈，高耸的博骨架震荡，瓷器玉器往下滚落。唐如意倒在地上，上面的瓶瓶罐罐一时全砸在她身上，她惊声尖叫，脸上、胳膊上、手上霎时全是鲜血淋淋的伤口。程叔叔颤颤巍巍地跑过去，他这回真的是被吓到了，他红着眼睛瞪向程初夏，你不是程初夏？程初夏不敢这样，你是谁？你到底是谁？程初夏走到程叔叔面前，弯腰，突然一把抓住程叔叔的头发。程叔叔痛叫。程初夏在程叔叔耳边低喃：“我呀是你们的报应。”说完，
按着程叔叔的脑袋往旁边的地板上一砸，下一秒，程叔叔的额头全是鲜血。看着倒在地上半死不活的2个女人，程初夏直起身，用手背擦了擦脸上沾到的血迹，说：“让我回来就别后悔。”重生归来，他还没登过微博。昨天蓝星说现在多数网友都是骂他的，上会儿居然有人给他加油。程初夏怀疑，难道他的风评真的上升了？微博私信里依旧充斥了无数脏话，程初夏看都不看，直接一键清空，然后翻到自己最后发的那条微博，只有一句鸡汤，是前世的他发的。这条微博下面有3万的转发，6万的评论。程初夏有些惊讶，莫非他真的红了？他点开，看到热评第一写着盛初夏今天死了吗？应该是错别字。程初夏一时不知是忧是喜，忧的是风评并没有上升。程初夏看了那热评一会儿，终于在上面点了个赞。他还评论会说话就多说点，我妈怎么了？继续啊！发完后他又往下面看，一溜烟基本都是骂他的。不过盛初夏看的还挺高兴的，他美滋滋的给所有带妈字的脏话。网友说：“程初夏，你妈的骨灰在我这儿，再不退圈我就阳了。”程初夏点赞并评论：“现在就阳，不阳不是中国人。”网友说：“程初夏，你妈被车压死了。”程初夏点赞并评论：“小嘴抹了蜜，会说话怎么不出本书？”程初夏正回复的嗨皮，车子鸣笛声突然响起，抬头一看，一辆黑色干净铮亮的车停在他前面，应该是网约车来了。程初夏意犹未尽地将手机往兜里一揣，由于车停在他面前，走过去，直接拉开后车门钻了进去。车厢里气氛一时凝滞，程初夏才看到车后排座上还有其他人，愣愣地转头看着自己旁边轮廓清晰的俊美男人，张了张嘴：“齐四，你怎么在这儿？”齐四觉得他这个问题很荒谬，轻笑一声，慵懒地倚靠在身后黑色真皮座椅上。“程小姐，这是我的车。”程初夏扭头一看，就看到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还坐着2个男人，2人都一脸狐疑地看着他。驾驶座上的是齐川的助理，上次在电梯里见过，但副驾驶座上的人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盛初夏不认识。“抱歉，可能是我看错车了。”他说着推开车门就要出去，却听身后的男人慢悠悠地开口：“去哪儿？送你。”其次，前座的金丝边框男人不悦喊道。盛初夏淡淡摆了一下手：“不用了，我叫了车。”说完直接出去，顺手把车门给他们关上。正好这时网约车也来了，程初夏到网约车上，车子很快行驶离开。张扬坐在副驾驶座上，不满地瞪着开车的小助理：“你乱按什么喇叭？”助理缩着脖子：“我看到是熟人，想着打个招呼。上次在电梯上多亏了程小姐，齐老师才……”后座的齐四突然轻咳一声，低垂着眼，神色不显。小助理忙闭了嘴：“电梯？什么电梯？”张扬看看小助理，又看看齐川，一脸凶神恶煞：“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小助理缩着脖子不敢吭声。齐四叹了口气，修长干净的手指捏了捏眉心，不耐烦地说：“开车吧。”车子离开时，齐四漫不经心地看了眼车窗外的街道，不远处的一栋大楼上写着“万年影视工作室”几个字。影视工作室，他是来试镜的。程荣天接到佣人的电话，赶回家时就看到家里一片狼藉，4人医生正在给妻女包扎。“爸！”程叔叔从沙发上站起来，扑到程荣天怀里大哭：“是程初夏，他疯了，他疯了，他回来不止打妈妈，还打我。”程荣天皱起眉：“你说这些都是盛初夏干的。”唐如意也站起来，哭得伤心欲绝：“我只是看他这段时间都不回家，喊他回来教训他2句，结果他直接就动起了手。”程荣天脸色难看：“他真有这种胆子？就是他，真的是他！爸，你要给我做主啊！你看我的头，医生说可能还会留疤。爸，我不要留疤，我不要留疤。好好好，乖女儿。”程荣天心疼地看着女儿头上的绷带，脸色阴沉地说：“你放心，有爸爸在，爸爸一定给你报仇。”并不知道自己死定了的程初夏正在吃午饭时，接到了甘妮的电话：“程初夏，你是不是疯了？”电话那头的甘妮愤怒又暴躁。程初夏嗦了一口螺蛳粉，迷迷糊糊地问：“我又怎么了？你在微博上乱说什么？要不是高层给我打电话，我还不知道你干了这么牛逼的一件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还以为甘妮知道他打人了呢。”程初夏当即放下心来，继续嗦螺蛳粉，说：“上热搜了，好事啊！那我是不是要红了？红？你红个屁！你上热搜能有什么好话？你跟网友互怼，网友都把你骂出翔了，说你不要脸，不知廉耻，已经疯了，还让公司带你去精神病院。”程初夏喝了一口饮料，笑了声：“那你们带我去吗？先说好，诊疗费你们付。”最后，程初夏听甘妮骂骂咧咧地凶了他10分钟，凶得甘妮都词穷了。程初夏才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我知道，我再也不敢了。甘姐，我吃饱了有点困，我先睡个午觉。不是，我先反省反省。”甘妮大叫：“我迟早被你气死！”
最后甘妮还是挂了。程初夏将手机丢到一边，没心没肺的直接倒在床上睡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是陌生号码。他闭着眼睛接听，喂，电话那头传来女人礼貌的声音，是程初夏吗？对女1号断谣的事情已经通过了，请通知你的经纪人，联系我方剧组签订合约。挂了电话后，程初夏一脸自然地从床上爬起来，给甘妮去了电话。甘妮本来正烦他，一听事情通过了，心情这才好点。好了，我知道了，我会联系他们，剩下的你等通知。盛初夏问甘姐，女1号的片酬有多少啊？甘妮嗤笑一声，钻钱眼里了。这个小破剧组能有多少片酬预算？顶多10几万。程初夏眉头一皱，那分成后我有多少？公司的签约制度是5-5分，再算上扣税什么的。甘妮说几万块吧，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的。程初夏挠挠头，没什么兴趣了。好吧，我知道了。挂了电话后，程初夏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却想着盛家的事。他重生回来，当然不可能只是打打唐如意、揍揍程叔叔这么简单。他想对付的是整个盛家，而要对付盛家，几万块钱的本钱肯定是不够的。其实就算身无分文，他也不见得会怕程荣天这废物，他怕的不过是程荣天背后的盛世财团。程荣天只是盛家的旁支，他不想惊动的是盛家的主家。如果盛家主家能不管程荣天死活就好了，他多弄一声，却也知道这个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盛家是出了名护短的。录制第2期旅行5+1的日子很快到来，几位嘉宾直接在第2站，也就是美国纽约机场集合。程初夏拿着机票，正要上飞机时，又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你在首都机场是吗？正好，这期我们会来一位飞行嘉宾，你顺便接一下。他和你一个航班。”程初夏问谁？工作人员说：“秦安。”程初夏点点头，又问：“谁？”工作人员一愣，重复说：“秦安啊。”盛初夏说：“我是说，秦安是谁？”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被无语到了，最后挂了电话。程初夏拿着节目组发来的照片，在候机厅找到了穿着一身潮牌衣物，正在给女粉丝签名合照的年轻男人。盛初夏站在旁边安静地等着。没一会儿，保安过来，将女粉丝们赶走。秦安这才吐了口气，笑眯眯地走到程初夏面前：“太烦了，他们怎么跟到候机室里面来了？”“程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程初夏抬头看他一眼，没什么表情地说：“快登机了，走吧。”说着拉着行李箱转身，刚走一步，手背突然被人摸了一下。程初夏几乎是立刻将自己的手抽回来，转头看向秦安。秦安看他反应这么大，哈哈一笑：“不小心碰到了你的手而已，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帮你拉行李，这种粗重活怎么能让女生做的？不小心碰到。”明明在他手背上摸了一下。程初夏冷着脸说：“走你自己的，爪子在乱动，多了你。”秦安又是一笑：“哇，管家妹妹果然好凶啊。”程初夏拧了拧眉，扬长而去。秦安站在后面，眼底露出了挑战的意味。登机后是乘坐经济舱，巧的是两人的位置还是挨着的。秦安站在过道上，对着程初夏笑：“管家妹妹，你喜欢坐里面还是喜欢坐外面？我都可以。”程初夏懒得理他，转身对过道另一边的一个小男生说：“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换个位置吗？我的位置就在旁边，不会耽误。”小男生转过脸来，程初夏一下愣住了，小男生也愣住了。程小姐，齐川的小助理站起身来，一张稚气未消的脸上满是笑意。好巧啊，你也是这趟航班啊？程初夏猛猛地看着他。你也去纽约？小助理说：“是啊，我陪齐老师去啊。上期我留在海市没跟去巴黎，结果齐老师生病都没人照顾。这次朗哥告诉我，一定要随时跟紧齐老师。对了，齐老师也在这个航班，他在头等舱。”程初夏眨了下眼。齐川这期也参加？小助理脱口而出：“参加呀，为什么不参加？”盛初夏不知道听谁说的，说齐川只是顶替生病的王老师一期，怎么还要参加？程小姐，你要和我换位置吗？好的好的，你坐这儿。小助理直接让开，把位置腾给盛初夏，又殷勤地问：“你要跟我去头等舱和齐老师打声招呼吗？齐老师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有什么好高兴的？盛初夏皱眉，一屁股坐到小助理的位置上，音色淡然：“他又不是皇帝，我还得去朝圣。”小助理噎了一下，吐了吐舌头，看他还是那副凶巴巴的模样，便不敢说话了。秦安在旁边看着，倒是一笑：“你是齐影帝的助理啊，来，过来坐。”13个小时的航班，盛初夏吃了飞机餐就困了，盖着毯子睡了一觉。再醒来时，他浑浑噩噩地走向洗手间，在洗手间洗了把脸，再出去时，突然撞到一个人，对方是个男人，比他高，他还比较困，是低着头的，也没注意是谁，随口说了句抱歉，就往旁边走去。这时，飞机似乎是遇到了气流，突然晃悠了一下，程初夏身体一歪，险些摔倒。危急关头，身边的男人一把拖住他的手，将他稳住。小心！低沉而熟悉的男音传入耳廓。
颠簸只是一瞬间，飞机很快恢复了平静。程初夏诧异地抬起头，就看到身边的男人，果然是齐川。你怎么在这儿？他脱口而出。齐川看他站稳了，将自己的手收回，说：头等舱洗手间有人。显然是已经从小助理那里知道了程初夏也在这次航班上，所以见到他并没有意外，所以是过来借洗手间的。程初夏便不说什么了，让开一点，让他进去。齐川走进洗手间，薄薄的门合上。程初夏刚回去坐下，就看到前面机舱尽头的地方，齐川已经从洗手间出来了。他似乎只是去洗了个手。程初夏把毯子一拉，继续睡。飞机抵达纽约的时候是中午，机场大厅，冯小花、杜兰和史岩已经到了。看到程初夏出来，杜兰笑着朝他挥手。程初夏走过去，三人这才看到程初夏后面居然还有一个秦岸。冯小花从椅子上站起来，兴冲冲地跑过来，一下挽住秦岸的胳膊。节目组说这次会来个飞行嘉宾，不会就是你吧？秦岸满脸是笑，动作自然地搂住冯小花的肩膀，摸摸她的头发。不是我是谁？不欢迎我吗？欢迎，当然欢迎。冯小花显然很激动，又跟杜兰和史岩介绍。不到3分钟，在场3人都跟秦岸站在一起了，反倒盛初夏一个人站在一边。节目组这时也把直播打开了，弹幕爆发式涌现，似乎所有人都很喜欢秦岸。我们还要等北川和王老师是吗？杜兰这时问道。节目组说，北川的航班要晚上才能到，至于最后一位嘉宾，他来了。节目组一指，众人顿时看过去，见到从安检出来的齐川，大家直接炸了，是齐老师。弹幕也兴奋了。齐川推着行李箱走过来，史岩和杜兰跟他握手，齐川一一握过去，看到秦岸也将手伸过来，他淡淡的将手收回，问向史岩：我迟到了吗？秦岸一愣，其他人却没发现这点小插曲，毕竟冯小花、盛初夏也没握手。没有，现在才开始。史岩说道。节目组这时开始颁布第2期的规矩，同样的还是100旅行资金，住3天，5个景点打卡。冯小花立刻说，可是这期我们有7个人，经费怎么还更少了？100美元和100欧元本身是有汇率差额的，100欧元是700多人民币，认真算起来，这次的经费的确是少了很多。节目组说，规矩就是这个规矩，要不你们把飞行嘉宾撵走，你们也太坏了。冯小花抱怨后又望向盛初夏，其他人也齐齐都看向盛初夏。盛初夏瞥了他们一眼，冷冷一笑，现在想起我了，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杜兰扑哧一下上去拍拍程初夏的肩膀，秦岸是新朋友，我们自然就热情点，你怎么还吃醋了？谁有空吃醋？盛初夏面无表情地走到节目组面前要钱，节目组把钱给他。程初夏拉着行李箱直接往外面走，其他人老实地跟上，秦岸和冯小花走在最后。秦岸问道，我还以为管家的意思是照顾我们的起居饮食呢，没想到是领队。冯小花立刻警惕地压低声音，看前面的程初夏好像没听到，这才松了口气。这话你可千万别当着他的面说，不然他要炸。秦岸挑了一下眉，我也听说他好像很凶，岂止是凶，是暴君。冯小花言语极尽夸张，又叮嘱，反正师哥你可千万别招他。你没看上期节目吗？秦岸笑着摇头，最近行程都比较多。冯小花点头，理解，你最近太红了，反正你别惹他就对了，他这人特别小气，会报复你。秦岸笑笑，显然没当回事，当着直播间报复他，他就不信程初夏真的敢。众人被带到公交车站，没一会儿上了一辆车，车子转车，车再转车，冯小花头都晕了，问还要转几次车。盛初夏神色如常地说，跟着走就行了，哪儿那么多问题？秦岸挑了挑眉，倒是没想到当着直播镜头，程初夏会对冯小花的态度这么不客气，果然跟传闻一样，够辣。秦岸对盛初夏其实了解的不多，他就是来之前听经纪人说程初夏长得很美，但黑料很多，玩得很开。不过秦岸觉得这很好，他最近行程太多，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这次来这个旅行综艺当飞行嘉宾，秦岸自认为这是一次放假，既然是放假，顺便跟美女打打炮，也算是解压了。秦岸不相信自己会撩不到程初夏，他可是新晋顶流，当红炸子鸡，多少女人前赴后继地往他床上躺，要不是经纪人管得严，他也不用憋得这么辛苦。秦岸想着想着，眼睛时不时就往坐在他侧前方正在看手机的程初夏扫去，偶尔嘴角会露出1-2抹淫笑，但他没注意的是，他的后面一双墨色的眸子这时也转了过来，冷冷地瞥他一眼。光坐车他们就坐了1个半小时，最后终于到了一间看起来不太显眼还有些偏僻的小旅馆门口。旅馆不贵，要了2间房，一共15美金。小旅馆还算干净，依旧是男生1间，女生1间。现在还比较早，放完行李，盛初夏直接说下午先去一个景区。大家虽然觉得有点累，但都没有意见。盛初夏刚才在公交车上就一直在用手机查路线，现在他已经把未来3天的流程都大致计划好了。出发前大家集合，
秦安却迟迟没有下来。盛初夏等得不耐烦了，说：“我上去看看。”齐川本来坐在1楼大厅的沙发上，闻言蹙了蹙眉，看着盛初夏果然朝电梯口走去，他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齐老师，你去哪儿？史岩问道。手机忘了拿。齐川说着走向电梯，却见程初夏搭乘的那辆电梯已经上去了。盛初夏在男生房间门口停下，抬手敲门，房门很快被打开，只穿了一条内裤、赤身露体的秦安过来开门。直播摄像在楼下大部队那里，他们这里没有摄像头。程初夏蹙眉看着秦安这个样子，脸色直接冷了下来。大家都到了，你在干什么？秦安身材不错，有4块腹肌，他轻轻一笑，看后面没有人，一把抓住盛初夏的手臂，把他拽进房间。齐川从电梯里出来时，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他眯了眯眼，走到男生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门里却一点声音都没有。齐川蹙眉，不太确定程初夏是不是在里面。秦安无视门外的声音，他将盛初夏轻松地压在门板上，将她环在自己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怀抱里，轻佻地想摸她的下巴。程初夏将头扭开，音色很冷地瞥向他，找死。秦安直接笑出了声，他这一笑，痞气的脸上就带了些放荡。别装了，我看你长得不错，一起玩玩，怎么样？盛初夏看向秦安，嘴角忽然轻轻地勾起。玩什么？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想跟我玩一些成年人才会玩的碰撞类的小游戏？秦安一下笑开了，他见程初夏这么上道，声音不禁更低更蛊惑了。是啊，我想跟你碰撞碰撞。程初夏眉眼一弯，好的呢。齐川在门外敲了1分多钟，里面依旧什么声音都没有。他正想打电话给史岩，问他们是不是已经下去了，只见眼前的房门突然打开了，程初夏衣衫不整地走了出来。他的穿着跟之前在楼下时差距很大，之前他穿了一件外套，但现在他的外套已经脱下来了，正搭在手臂上，白色的衬衫衣领的位置敞开了2颗扣子，看得到里面白嫩的锁骨。不止这样，他原本清冷的脸庞现在竟然还夹带了一抹潮红，他现在的整个状态看起来非常不对劲。齐川脸直接黑了，视线往房内看去，程初夏却挡住他，不让他看，含糊地说：“秦安身体不舒服，不能去了，我们走吧。”说着就要反手关门，齐川一把按住门板，低头冷睨着他。盛初夏咽了咽唾沫，表情无端有些心虚。你干什么？齐川看着他那副表情，脸色更黑了。他的目光定格在女孩敞开的衣领上，他寒声问：“清楚工作的定义吗？”盛初夏不解地呀了一声。齐川说：“工作时间，公私不分。你以前都是这么工作的。”他斥责的态度太过理直气壮。盛初夏咬了咬唇，只觉得尴尬，这是他第一次在节目里被训。他抿了抿唇，只想大事化小，也不在乎道歉了，闷闷地说：“我错了行了吧，先下去吧。”他呢？齐川没有松手，干净修长的手指依旧抵着房门，显然还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程初夏有点烦了，我说了他不舒服，你到底想怎么样？齐思冷笑一声，棱角分明的脸上布满寒霜。那我问问他，到底哪里不舒服？说完，越过程初夏，砰的一声推开房门，房间里凌乱不堪。一瞬间，空气凝固。齐川站在门口，沉默而冷肃地看着屋内地上那赤身裸体、浑身是伤、头上还在冒着血的男人。秦安已经晕过去了，呼吸浅弱，双手正以一种极为古怪的方式扭曲着。程初夏看穿帮了，扭头拔腿就跑，后领下1秒就被提住了。齐川将他拖出来，神色复杂地看向他，这是怎么回事？盛初夏被抓了现行也不管，破罐破摔地嚷嚷道：“什么？是他先开始的，是他说要玩一些成年人玩的游戏，我就用以色列军方格斗术，跟他玩了一场成年人之间的碰撞小游戏，谁让他那么不经打，自己躲的时候还撞到了头，我可没砸他的头，那些血不是我干的，我只是折断了他2只手。”程初夏说的理直气壮，但看齐川扫过来的视线，他又心虚了，最后嘟哝着说：“好吧好吧，还有2条腿。”齐川捂着额头神伤，大不了我把他的手接回来。程初夏说着走了进去，抓起昏迷中的秦安的手，咔嚓一拉，晕过去的秦安瞬间被疼醒了。你别乱动。程初夏看秦安满脸惊恐的扑腾个没完，直接一脚踩在他的胸口，压住他的身体，然后咔嚓4连咔嚓后，秦安手脚接没接上不知道，但是眼皮一翻，又疼晕过去了。程初夏接好后站起身来，因为太热了，他拉着自己敞开的衣领抖了抖，扇了点风，望着齐川说：“现在行了吧？”齐川，太阳穴一突一突的疼。齐川抬手揉了揉，闭着眼睛对程初夏说：“你先下去。”盛初夏小心翼翼地问：“那你呢？”齐川看了他一眼，程初夏一溜烟就跑了。那我去下面等你。说完，影子都没了。齐川站在屋里叹了口气，最后走到昏迷的秦安旁边，踢了他2下。秦安迷迷糊糊的醒来，就看到身前正居高临下睨着他的齐川，脸上黏黏糊糊的，抬手一抹，
手上全是血。秦安终于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他眼神凶狠，四下张望，那个贱人呢？齐川眸色寒了寒，拉了把椅子坐到他旁边。盛初夏一人上去，不止没把秦安找下来，还把齐影根弄丢了。大家都问他怎么回事，盛初夏难得有些脸红，逃避似的说：“他们一会儿下来，史言不明所以，是出什么事了吗？我们上去看看。”不用不用，盛初夏忙说，一会儿就下来了。众人总觉得他的样子有点奇怪，又等了一会儿，下来了的只有齐川一个人。冯小花立刻问：“齐影帝，我师哥呢？”齐川淡淡的道：“不太舒服，说想休息。”冯小花说：“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程初夏赶紧打哈哈，可能是时差，刚才上去，他就说他有点水土不服，我们直接去吧，节目组会照顾他的。说完，带着人就往外走。大家一直以来都屈服在盛初夏的淫威之下，看他已经出去了，大家虽然还是挺担心秦安的，但最终还是跟着他走了。他们是坐公交车去景点，在车上，素来独来独往，喜欢一个人坐，从不爱跟别人一起坐的盛初夏，难得的坐到了齐川旁边。他小声问：“他怎么样了？”齐川瞥他一眼：“没事。”程初夏眼睛一瞪：“什么？这就没事了？我下手有这么轻吗？”齐川看向他：“你还盼着他被你打死？”程初夏赶紧摇摇头。齐川叹了口气，再次头疼的捏起眉心。就听盛初夏在他旁边小声嘀咕：“看来我的搏击术退步了，找个机会再跟他玩一次游戏，测试测试。”从景点回来，天已经很晚了。盛初夏随便为嘉宾们吃了点便宜的汉堡包，就把人打发了。回去的时候，秦安正躺在床上，头上包着绷带，满脸铁青。冯小花吃了一惊，忙问：“师哥，你怎么了？”秦安看向人群最后面的盛初夏，视线一转，又看向另一边的齐川。想到齐川跟他说的那些话，他咬了咬牙，憋着气说：“在洗手间不小心滑了一跤，怎么这么不小心？”冯小花伸手碰了一下秦安的头，满脸心疼。因为秦安受伤，原本热烈的节目氛围一下子变得暗沉了许多，弹幕也多是心疼秦安的。晚上的时候，叶北川赶来和大家会合。叶北川是认识秦安的，本来想跟人套套近乎，结果看到秦安受了这么重的伤，脸色还一直很差，他就不好挨上去了。正好这时，叶北川看到程初夏从外头走廊走过，看到程初夏，叶北川就想起前2天程叔叔说盛初夏打了他和他妈的事，心里转了一圈。叶北川立刻站起来追了出去，他要跟程初夏好好谈谈。结果出去才发现程初夏是跟杜兰一起的，既然有别人在，叶北川就不好凑上去，只能先回去。回到房间，叶北川正要收拾行李，却听原本对他并不友善的秦安突然喊他一声：“北川，刚才外面那是管家妹妹吗？”叶北川心头一紧，生怕被发现他是追着程初夏出去的，连忙解释：“是啊，不过我以为是史哥，结果看错了。”秦安挑了挑眉，若有所思地盯着叶北川打量起来，要比人精。秦安自问，5个叶北川也不是他的对手。他入圈多久？叶北川才出道多久？程初夏和叶北川难道有什么关系？秦安思索起来，今天挨的这顿打，他自然不会就这么算了。晚上，程初夏因为要计算明天的出行路线，去找了楼下前台咨询当地的公交车发站时间。回来时正好遇到了冯小花，冯小花拿着个热水壶，看到他就说：“这个热水壶好像坏了。”程初夏看了一眼，说：“之前还好好的。”冯小花说：“这不是我们房间的，是男生房间的，我给师哥接水的时候发现的。你陪我去跟楼下服务员说一声。”程初夏懒得理他，直接走了，自己去。冯小花在后面跺脚：“你可是管家。”程初夏更不理他了。回了房间，冯小花最后还是一个人去了楼下，摄像师在旁边跟拍。冯小花到了1楼，面对着前台小姐礼貌的微笑，却抓耳挠腮，说不出一句话。程初夏整理好明天要出行的东西后，正要问冯小花包在哪里，发现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冯小花还没回来。他问杜兰：“冯小花呢？”杜兰刚洗了澡出来，一边擦脸一边说：“没有看到，在照顾小琴吧。”他皱了皱眉，起身往外走去。男生房间门是关着的，他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叶北川。看到门外的程初夏，他眼前一亮，用只有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问：“来找我？”盛初夏话都懒得跟他说一句，越过叶北川，问里面的史岩：“史哥，看到冯小花了吗？”史岩正在叠衣服，抬头说：“小花把新热水壶拿过来就走了。”盛初夏蹙了蹙眉。齐川正站在露台上打电话，见他看过来，他半个身子倚靠在阳台的栏杆上，也看向他。盛初夏移开目光，又看向其他地方，没看到秦安。好，我知道了。他说着转身走了。走廊里的摄像师一直在拍他。盛初夏想到之前好像就是这个摄像师跟拍的冯小花，就问他：“你也没看到冯小花吗？”摄像师摇摇头，冯小花让他别跟了，他就没跟了。虽然是真人秀，但还是得尊重嘉宾自己的意愿。如果嘉宾明确说了别拍，
摄像师也不会强行跟着拍。想到冯小花这么大一个人，也不可能走丢，盛初夏还是回了房间。又过了1个小时，杜兰都睡下了，冯小花还没回来，直到半夜2点，门才打开。冯小花一脸笑意的从外面进来，盛初夏坐在床上看着他。冯小花打开灯，见他还没睡，翻了个白眼，直接进了洗手间。等到冯小花出来，程初夏随口问了句：“去哪儿了？”冯小花瞪他一眼：“关你什么事？”程初夏冷笑一声，拉起被子躺下，不管了。第2天，秦案已经可以跟着一起行动了。盛初夏下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冯小花和秦案挤在一起。秦案坐在沙发上跟冯小花说着什么，冯小花低着头，笑眯眯的样子，时不时就靠到秦案身上。秦案本来就是当红流量，粉丝爆多，一下子整个直播间都是骂冯小花的。盛初夏走过去，还是一如既往给齐川一个口罩，就要带着大家去坐公交车。冯小花这时突然说：“也给我师哥一个口罩。”盛初夏瞥了眼秦案，见他正用宠溺的目光看着冯小花，嗤笑一声：“他需要吗？”冯小花当即就炸了：“我师哥现在多红，你知道吗？你是自己没红过，不知道大明星总是被路人认出来有多烦恼吧？”冯小花喷得又快又突兀，四周倏然一静。小花，别胡说！杜兰严肃地呵斥一声。他知道冯小花经常对盛初夏抱有不满，但这还是第一次，冯小花竟然公然跟盛初夏杠上，却是为了秦案。杜兰皱起眉，又看了眼沙发上一脸无奈苦笑的秦案，不知是不是错觉，他觉得秦案今天的态度有些奇怪。史岩连忙也跟着打圆场。盛初夏冰冷的眸光在冯小花身上绕了一圈，半晌抽了一个口罩出来，递过去，早给不就完了？冯小花跑过去要拿，盛初夏却把手抽回来。冯小花拿了个空，气结：“你耍我！”程初夏看向秦案，脚断了还是手断了，自己不会过来拿。秦案仿佛很无辜，用错愕又委屈的表情看着盛初夏。冯小花直接吼道：“我就是喜欢帮我师哥拿东西，你管得怎么这么宽？口罩给不给我？”程初夏烦躁地瞥了冯小花一眼，最终还是板着脸把口罩扔给他。冯小花拿着口罩，一脸殷勤地跑回去递给秦案。秦案温柔地跟他说：“谢谢。”冯小花一张脸登时红透了。不一会儿，几人上车。程初夏本来一个人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齐川迈开长腿上车后，坐到了他的旁边。车子行驶起来，前面的几人都在闲聊。齐川这时突然开口：“知道昨晚冯小花去哪儿了吗？”程初夏一愣，看向他，被他带去了后楼梯。齐川默眸一扫，那个他指的正是秦案。盛初夏皱起了眉，嘲讽：“恋爱中的女人真是没有智商。”齐川低低地笑了一声。程初夏问：“你笑什么？”只是不太觉得那是恋爱。程初夏也想到了昨天秦案那副模样，他盯着前面冯小花的后脑勺看了很久，最后撇撇嘴：“不关我的事。”齐川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一天的行程，大家玩得还算开心，除了冯小花时不时就来找盛初夏要钱，在路上还有其他人打哈哈。但是晚上回去，冯小花突然提出：“明天我要当领队。”正在算剩下经费的盛初夏抬起头来，杜兰也转过头去：“小花，你别胡闹，我才没有胡闹，凭什么他就是领队？我可以不把他当仆人，但是为什么他就必须是领队？平时吃饭也不能吃我们喜欢的，必须吃他觉得便宜的，这样哪里还有旅行的乐趣？”师哥撞了头，身体正不好，他却还要坐公交车，转车转得人头晕，这能省多少钱？害得我师哥回来就说不舒服。我不管，明天我要当领队，如果不让我当领队，就把我和我师哥的钱给我们自己走，不和你们一起走。杜兰表情越来越严肃：“小花，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你不会英文，就算让你们单独，兰姐，你怎么总帮着他？明明我们关系最好，你怎么总是替程初夏说话？你关心我过吗？”杜兰站起身来：“我就是关心你，才叮嘱你，我不要你叮嘱，我是来旅行的，我不是来军训的，不需要一个教官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你们实在接受不了我，可以让节目组把我开了，换了一个人。”冯小花，杜兰这是真的生气了。程初夏站起来拦住杜兰，看向冯小花：“你要当领队？”“对。”冯小花不怕程初夏了，挑衅地对他扬起下巴：“好。”程初夏将手里的钱直接递给他：“初夏，你别和他较真。”杜兰想拦，冯小花却一把接过钱说：“明天大家可以睡到10点再起床，要玩得开心，我很尊重大家的睡眠质量。”程初夏嗤笑一声，懒散地点点头：“随便你。”冯小花拿着钱，转头就跑去了男生房间那边，通知他们这个好消息。冯小花一走，杜兰就拉住盛初夏，一脸苦涩地说：“她就是个小姑娘，你别生气。”越是跟程初夏相处的时间多，杜兰越是能看出程初夏的统筹能力、主持大局能力有多强。他们这些人里，只有程初夏能控住场。7个人的旅行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脾气，但程初夏能管得住所有人，能让节目稳稳当当的完成，能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最大的功臣。杜兰不知道冯小花突然之间这是怎么了，他只知道程初夏不能得罪我，没生气。他想玩就让他玩，我无所谓。程初夏说着，拿起自己的毛巾和牙刷，直接进了浴室洗漱，好像对这件事真的完全不在意。杜兰站在门外，看着被关上的浴室门，重重地叹了口气。